李尖尖，今天来例假啦！女孩从小就生活在一个重组家庭中，有2个爸爸2个哥哥，一家人全是男生，这也就导致了她的性格大大咧咧的，不像其他女生那么含蓄。这不开饭之前，她告诉众人说有个惊喜，大家还以为她是上高中的第一天交到好朋友了，谁知等女孩开口后，才知道是她来例假了。如此敏感羞涩的话题被女孩当众说出来，爸爸和哥哥们顿时有些不好意思，想要通过吃菜来缓解尴尬，谁知女孩根本没有察觉到，依然讲个不停。初中的时候，我们班就有同学陆续来例假，就我没有。那个时候我还担心我是不是有什么病呢。尖尖16岁了才来例假，比起同班同学们晚了太多，所以他的脑袋里充满了疑惑。他想知道是不是已故的母亲有什么遗传病，才导致的这么晚。还有就是别的同学来了后肚子都痛，可为什么他一点感觉都没有呢？尖尖很想知道答案，但在座的4位全是男生，子秋和凌霄还小先不说了，林爸和李爸之前也没了解过这个，所以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一时间场面分外尴尬。而见此情况，子秋本想借着凌霄给尖尖送礼物来缓解一下氛围的，谁知当尖尖把东西拿出来后，尴尬的场面更炸裂了。我哥送了我一件衣服，它是白色蕾丝边的，好好看哦。要说尖尖前面的那些操作，大家还能忍受，但这波展示内衣，顿时彻底憋不住了，纷纷找借口离开，生怕多停留1秒就会当场尬死。而经历了这次事件过后，李爸也明白了，尖尖如今不再是小姑娘了，有些生活常识必须得知道。可他们一屋子都是男生，没办法，李爸只好找到同小区的钱阿姨，让她帮忙给尖尖科普一下。哎呀，我说你们这些大男人呐，真是粗心大意。这养女孩子跟养男孩子完全不一样，养女孩子麻烦着呢。李爸不说还好，一说钱阿姨就来气。在他们4个大男人的烘托下，尖尖如今在小区的名号可响亮了，都说她像个野猴子一样，给根棍就能大闹天宫。而这钱阿姨说的还真没错，尖尖闯祸的能力不是一般人能比的。这不为了找他哥，他敢直接闯进广播室。高3一班李凌霄同学，你的妹妹到学校后公园见义勇为去了，你的妹妹到学校后公园见义勇为去了，请尽快赶到，请尽快赶到。今天我第一天开学，我准备穿着这身去，看起来是不是很厉害？女孩第一天上高中，脑子里想的不是怎样和同学好好相处，而是如何在穿着上威慑众人，并且为了能够达到效果，她还特意存了一个暑假的钱，买了这身座山雕套装。谁知这边才刚展示出来，就被父亲给严令禁止了。没办法，女孩只能被迫换上了校服。但虽说外观加持没有了，可女孩那颗想要在学校建立威名的心并没有放弃。这天女孩看到有校外闲散人员欺负女同学，立马决定见义勇为，并且为了保险起见，她还通过广播召唤了自己的大哥。另一边则有小哥先行挡住。你们就是浪费我们时间呀！这可是进口药，特别难买。他已经说了很多遍了，是你们先撞到他，不是他先撞你们，知道吗？对于这种先撞人却反咬一口无限敲诈的行为，子秋一眼就看出了问题。所以无论那2个骗子怎么说，子秋都将女同学拦在身后，想等尖尖和凌霄的支援到了后再行动。可或许是没有经历过这些事，女同学在看到骗子凶恶的态度后，特别的恐慌，拿出钱想要赶紧息事宁人，而这不正好如了骗子的愿吗？所以子秋赶忙阻止。眼见马上到手的钱，却还有人捣乱，骗子彻底不干了，冲上前想要给子秋一个教训。危机时刻，尖尖及时赶来了。小哥，别碰我，小哥！尖尖的战斗力可不一般，将装有板砖的书包扔出去后，直接砸倒了一个骗子，而另一个骗子还想冲上前，又被子秋一脚踹了回去。这时凌霄也赶来了，并且他更加聪明的是，一路跑还一路大喊警察来了，直接将2个骗子魂都给吓没了，地上的药都来不及捡就逃跑了。我让你去教务处找老师，你把凌霄叫来干什么？我去教务处了，没人啊！你打我干什么？打傻了你去啊？去你当我傻吗？还见义勇为，要是对方有武器怎么办？尖尖属于那种容易上头的好心人，此刻听凌霄那么分析，才顿时有些后怕，但他不能将责任全都背在自己头上呀，只好连忙甩锅给子秋，而子秋又推卸责任给凌霄。3个活宝就这么你怪我，我怪你的离开了，只留下被救的女孩一个人呆呆地站在原地。
什么家长会？我看就是差生的批斗大会。你说一个班30多个人，你有学习好的就有学习差的呗，自然规律嘛。女孩从小学习就不行，一直徘徊在班级倒数，但她身边的人却不一样。2个哥哥都是年级前列，玩得好的闺蜜学习也不赖，这要是别人，恐怕压力都大得像座山了。好在是女孩心态好，并没有放在心上。再加上她有一个宽松管理的爸爸，家庭氛围特别的和睦。这种情况也让深受母亲压榨的闺蜜非常羡慕。她多么希望自己也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中，可事实无法改变。闺蜜的母亲特别的势利，一看见她在与排名倒数的女孩玩，便连忙上前过来阻拦。李尖尖的爸爸，阿姨好，我是李尖尖啊。明月，我带你再去看看其他人，不好意思。就因为嫌弃尖尖的成绩差，明月母亲直接很没礼貌地将明月拉走，转身就去到了班级第1王雅洁母女面前，然后一顿虚伪的夸奖。如此趋炎附势的态度，要搁别人肯定生气的不行。但好在是尖尖父女俩心态好，不仅没生气，还针对王雅洁厚厚的眼镜片调侃了起来，说学习不论再努力也还是要注意视力才行。而另一边，在耽搁了许久时间后，尖尖他们的班主任终于姗姗来迟了。和别的家长会一样，黄主任上来就让成绩排名靠前的家长分享经验，因为都知道是走个过场。王雅洁母亲说了几句就坐下了，可没想到当轮到明月母亲时，她直接开启了长篇大论，好像是在开讲座一般，搞得尖尖忍不住吐槽：看你们妈妈像不像是女儿考上了北大，来这儿分享经验？人家说的多好。对于这种毫无营养的发言，不仅尖尖不感兴趣，李爸也没啥想法，所以2人干脆针对家里面的琐事聊了起来。但由于聊得太过于开心，被黄主任发现了异常，直接当着所有人的面点名了。这个旁边是尖尖的爸爸吧？老师好，各位家长好，我是尖尖的爸爸。这孩子淘气，让您多费心了。知道是自己有问题在先，所以李父说话特别的客气有礼貌。但谁知黄主任根本不管这些，就因为尖尖成绩差，对待李父的态度和之前那2个家长完全不一样，一直在那边阴阳怪气，说尖尖画画没啥用，成绩提不上来的话，到了社会上依然是废柴。这种观点李父是不同意的，刚想反驳，但黄主任完全没有给他机会，强行就让坐下了。你爸把我当亲儿子照顾，我也把他当亲爸爸，以后他老了我也照顾他。你有你新的家庭，我也有我的，我真的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回来，还要对我的家人指手画脚。在男孩很小的时候，他的母亲就因为家庭矛盾离开了，而他的父亲呢，又是一名片区的派出所警察，平常公务特别繁忙，根本没时间照顾男孩，所以没办法就将他放到了楼下的邻居李海潮家寄养。好在是李海潮本来就喜欢孩子，再加上家里原本就有2个了，所以也没嫌弃多，把男孩当作亲儿子一样抚养长大。而男孩也很争气，成绩一直都是年级第1，眼见马上就要高考了，清华北大是没啥问题。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男孩的母亲却回来了。我记得我走的时候，你还是小朋友呢，时间过得真快，这一下子都长这么大，我都快认不出来了。当初离开的时候没有丝毫犹豫，如今等自己长大了，却反而又回来想增进感情。凌霄对母亲陈婷的这种行为感到非常的厌恶，所以话都懒得搭理。而陈婷那边面对这种尴尬的氛围，却没有丝毫的不好意思，反而还脸皮很厚的跟凌霄说，如今自己又生了一个女儿，让凌霄把她当做亲妹妹对待。他整天吵着说要见你这个哥哥，见我干什么？我又不认识他。这种从小到大一面都没有见过，如今却又要强行扯感情的行为，凌霄完全不承认。在他的认知中就只有李尖尖一个妹妹，所以眼见谈不拢，还不如离开。而这时陈婷却赶忙将他拦了下来。凌霄还以为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讲，谁知陈婷却怀疑起了李爸，说凌霄父亲给他的钱，他真的都有花在凌霄身上吗？生活中是不是像电视剧里演的家庭一样，经常给凌霄气受？如果说陈婷说自己，凌霄还能忍受，可如今他居然对李爸指手画脚的，凌霄顿时就不干了，一秒都不想再跟陈婷多待，直接冲了出去。而眼见从凌霄这边拉近关系不行，诡计多端的陈婷又用起了别的办法，他让母亲把自己后面生的女儿强行带到了李爸的面前，想通过硬凑让凌霄接受这个妹妹。在家怎么练来的？打招呼。哥哥，初次见面，我叫齐美呀，现在上小学1年级。这次我来给哥哥准备了礼物。虽然从小橙子表面的行为看起来非常的有礼貌，但他所讲的那些话术，一看就是陈婷等人提前教的，所以这让本就排斥强扭亲情的凌霄更厌恶了。而见此情况，常年没关心过凌霄的外婆又开始装起了长辈，
说只有小橙子这种有血缘关系的妹妹才是真的，像李尖尖这种还不如表妹堂妹亲，甚至还吐槽起了李海潮，说他之所以照顾凌霄都是为了钱。这句话彻底将凌霄激怒了。如果你再这么说李爸，以后你就不要再来了。怎么？你还想跟你这个外婆断绝关系啊？有些人他非得提醒我，说我不是亲爹，我不是亲爸，我不是亲人，那他妈亲人在哪儿啊？男人的家庭中虽说有3个孩子，可真正亲生的其实只有女孩1个，另外2个男孩，一个是母亲离婚了，父亲身为片警没时间管，将他寄养在男人家中，另一个是母亲曾和男人交往过一段时间，谁知后面在骗了一笔钱后就跑了，还把孩子留了下来。如此复杂的情况，搁其他人早就受不了了，但男人不同，即使面对抚养3个孩子的压力，他依旧挺了过来，并且他从没有过偏心，把2个男孩都当做自己的亲儿子养。好在是他们也很争气，成绩在学校都名列前茅。而今天是小儿子的生日，男人早早就做足了准备，买了很多食材，打算搞一桌大餐，并且还贴心的将小儿子的二姨请了过来，想着毕竟是有血缘关系，借此机会好好亲近亲近。谁知二姨因为是农村的，内心中有些自卑，对着男孩一顿说教：你在人家家里白吃白喝了，人家还负担着你的学费，你给人收拾一下桌子怎么了？二姨跟你说过多少回了，在家里一定得勤快。子秋本就是出生在农村，不像凌霄一样是城里人，父亲身为片警，还按月给李海潮伙食费。子秋在这里居住，家里面的人可是从没有拿过1分钱，所以原本就有些自卑的二姨就担心子秋假如表现不好的话，会被李海潮嫌弃排斥，最后甚至于弃养。故此二姨每次来都嘱咐子秋要勤快，要懂得忍让，什么家务活呀、做饭这些主动承担，就算是被当作佣人也无所谓。可二姨不知道的是，李海潮从头到尾都没有将子秋当作过在家中寄养的孩子，一直都是当亲儿子对待。所以当在门外听见二姨对子秋说这些话时，李海潮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但想到今天是孩子的生日，李海潮最终还是忍了下来。谁知到了饭桌上，二姨又开始管教起了子秋。子秋，你起来敬你爸一杯酒。是是是，别气，哎呀，你敬他一杯。爸，我敬你吧。行，你少喝点，太甜。哎呀，吃菜。你这孩子，你爸那酒都还没倒上呢。李海潮本来就把子秋当做自己孩子，所以家里面都是和和睦睦的，没啥规矩。而二姨这般又是要求倒酒又是敬酒的，如此多的规矩反而将一家人给搞生分了。林爸也看出了此时场面的尴尬，想着通过发红包缓和一下，谁知二姨还在那边说个不停，这让本就喝了几杯酒的李海潮彻底憋不住了。你们俩是我儿子吗？这不喝糊涂了，连儿子都认不出来了。不是我儿子，没血缘关系，不姓一个姓儿，咱们也是一家子啊。你也是我儿子，不是我儿子，没血缘关系，不姓一个姓儿，咱们也是一家子啊。你也是我儿子，男人的老婆因为难产去世，从此女儿就再没有了妈妈，所以为了弥补这缺失的母爱，男人经小区阿姨介绍又找了一个，并且这个女人很漂亮，所携带的儿子也非常听话懂事。原本按照这个剧情发展下去，两人会重新组成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可谁知女人在向男人借了一大笔钱过后就消失了。要知道这些钱可是男人开面馆存了好几年的，所以他打算去到女人的老家看看，能否寻找到一点踪迹。但等到了那里过后，男人才得知女人其实早就去广州了，并且还狠心的把儿子给留下了。看着小男孩才几岁就被安排干各种体力活，男人顿时心痛不已。我给你背。虽说子秋跟自己没有血缘关系，可看到他小小的年纪就做这么重的活，还浑身都是伤，李海潮内心难受的不行，连忙就将贝楼给接了过来。但这还不是最惨的，经过和子秋外婆的对话，李海潮才得知他们家里简直就快穷得开不了锅了，所以贺梅骗走的那些钱他们根本没有偿还能力，并且因为家庭困难，再加上外婆的思想陈旧，子秋这么小就已经不让念书了。要知道如今都已经21世纪了，这么小辍学那和文盲又有什么区别？李海潮是越听越难受，最终在沉思了一会儿过后，他做了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决定。把子秋交给我吧，我带他进城，给他找学上，我养他。一听李海潮愿意养子秋，外婆当然同意了。就这样，子秋跟随李海潮来到了城里，但可能考虑到机会来之不易，子秋特别的懂事，
半夜李海潮起来上厕所，居然发现子秋拿着大盆子在搓洗一家人的衣服。而到了吃饭的时候，子秋由于自卑，一直只夹青菜，根本不敢吃肉。这些行为李海潮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就爱吃青菜。不行，吃肉才能长高高。听爸的。谢谢爸。子秋超出年纪的懂事，让李海潮决定要把他当亲儿子养。而他虽然不嫌弃，可这里是小区。这天子秋在店里帮李海潮干活，2个为老不尊的阿姨居然还开起了他的玩笑，问他的妈妈去哪里了，有没有寄钱过来，甚至于还恐吓子秋，说不好好干活的话就会被送走。要知道这些点本就是子秋最恐惧的，瞬间就被吓哭了。而一旁的李海潮见此情况，连忙过来阻止。您别这么跟孩子开玩笑。哎呀，小孩子逗着玩呢。这小孩子也会往心里去的。子秋，别哭啊，没事，没事，孩子。婆婆说的不对啊，爸不会给你送走的，不会的。我倒数第3，我倒数第3了，我进步了。我跟你说哦，我成绩很稳定的，一直都是倒数第2。我看看谁有不差。大明星。女孩这天正在课堂上睡觉，却突然听见班级里传来了一阵骚动。原来是有个漂亮的女同学转了过来，并且听说她还是拍过多条广告的明星。这对于原本就荷尔蒙骚动的高中生来说，简直就是仙女下凡，欢呼雀跃的不行。而或许是见惯了大场面，女明星表现得非常优雅淡定，这种亲民感让和她接触的同学更为激动。但女孩却不同，她本就班级倒数，爱好里只有睡觉，所以女明星的到来跟她没有任何关系，依旧保持原来的操作。可女孩不想和明星有瓜葛，却奈何她的闺蜜是班长，因为放学时走得匆忙，明星的公交卡掉了，女孩只好陪着身为班长的闺蜜一起去送。谁知竟偶然发现了大秘密。我看他是竞走运动员吧，实在太着急了，能跑。刚刚在班级里还表现得温婉文静的大明星唐灿，一转头居然就换上了一身辣妹装，还涂起了口红，甚至于最夸张的是，她还比划起了抽烟的姿势。这些行为都完全不是一个高中女生能做出来的，所以巨大的反差感把尖尖和明月都给惊住了。最后公交卡都不敢送过去，只能放在地上后就赶忙逃跑。而或许是对于这种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行为很痛斥，自此尖尖就非常讨厌唐灿。这不在发现唐灿加入了1个月4次不跑步女团后，尖尖更是彻底爆发了。他瞪我，哎，算了，哎，走了，你小哥打篮球呢，我看到小哥打篮球，走了。因为有了竞争，尖尖自此就开始留意起了有关唐灿的信息。但让他没想到的是，当月考成绩下来过后，他居然神奇的从倒数第2进步到了倒数第3。要知道这对于其他人来说可能没什么，但尖尖从小学就一直维持这个名次，所以这相当于一个巨大的进步，并且有人前进就有人后退。尖尖很好奇这次的倒数第1是谁，没想到定睛一看居然是唐灿，刚准备大声嘲笑，谁知转身过去发现唐灿又开始装起柔弱来了，哭得梨花带雨的，使得周围不知情的同学连忙上前关心。这种虚伪的表现也让尖尖很是看不惯。另一边，因为进步了1名，尖尖本以为这次会得到老师的表扬，谁知叫到办公室后还是劈头盖脸一顿批评。倒数第2和倒数第3有区别吗？你说有区别吗？有。什么？有？哎，你来我家干什么？滚！你3番2次的砸你亲老子是吧？遇见多年未见的亲生父亲，男孩并没有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激动地上前拥抱，而是直接将书包砸了过去。他之所以如此的排斥，全因在他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亲爸就嫌弃家庭贫困离开了，后面母亲在骗了一笔钱过后也离开了，是养父将他辛辛苦苦养大，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养父从没有偏心，一直把他当亲儿子对待。所以男孩很早就发誓，养父一家才是他的真正亲人，其他都不是。这不当听说亲生父亲来看他，还送来了球鞋和吃的做礼物时，男孩当场就怒了，直接把所有东西都扔了回去。别再出现在我面前了，我是不会认你的，我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别再过分了。子乔，走了。我怎么会生你这么蠢个东西？子秋从小就懂事，他知道李爸平常又要管店子，又要管他们3兄妹的事情，一天很是忙碌。所以赵华光前来认亲的事情，因害怕李爸知道后操心，子秋就什么人都没有告诉，就连尖尖和凌霄都选择瞒着。而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子秋跟赵华光吵架的场景被当时路过的齐明月看见了，
又刚巧因尖尖拔牙请了1天假，齐明月要去给他送缺的作业，就将发生的事情说了出来。而一听子秋出了这么大的状况，尖尖和凌霄都非常担心。这不等子秋刚一回来，两人就立马围了上去。赵华光是不是找你了？啊，他来家了，他人呢？哎呀，他不是去学校找你了吗？你们怎么知道？齐明月都看见了。子秋因为父母从小就离开的原因，有着很严重的自卑和自尊心理，总想着什么事自己处理就好了，千万不要再麻烦别人，特别是家里人。所以赵华光这件事，他总是一瞒再瞒。可没曾想，如今却被齐明月说了出来。子秋顿时很生气，直接冲着齐明月狠狠地骂了一顿。这种粗鲁的行为让齐明月很伤心，在凌霄安慰了好久过后才缓过来。而毕竟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姐妹，子秋的心情，尖尖和凌霄其实也能理解，就并没有将事情告诉给李爸。可他们这边不说，却不代表赵华光那边没有行动。眼见劝说子秋不行，赵华光又把想法打到了李爸的身上。我给您100万作为补偿，您看怎么样？100万，我得卖多少碗面呢？小意思。哎，对了，哥，小哥，我送你们的逢考必过红内裤穿了吗？穿了。检查一下，我换掉。女孩的2个哥哥马上就要去高考了，因为希望他们能够取得好的成绩，女孩特意准备了2条幸运红内裤，要求2个哥哥必须穿上。其实按照2人的水平，这个迷信完全没有必要，但考虑到是妹妹的一片好意，他们还是照做了。可没想到女孩的准备还不止于此，她特意打印了考场的地图，要求2人走南门进去时一定要从左边的门进，考完试后再从右边的门出，讲究的就是一个左进右出。这个孔子像进去的时候一定要这样很虔诚的拜一拜，听说特别灵验。知道了，啰里啰嗦叨叨叨叨。你别不耐烦。要说前面尖尖给2人讲解的是考场外的操作，那么接下来就是考场内的必做事项了。和常规的操作不同，在尖尖的规定里，拿到卷子写完名字过后，不要马上答题，要先亲吻一下试卷，代表着吻过的意思。而且出门时间方面，尖尖也很有讲究，遵循的就是一个及时几点，甚至于为了将祈福的效果达到最佳，尖尖在出门前还嘱咐父亲给去世的母亲烧炷香，让他保佑2个哥哥。一个做妹妹的能操心到这种程度，2个做哥哥的自然不会辜负他的期望，高考上发挥的都非常不错，这让尖尖感到很有面子。上课时睡觉都睡得格外安稳。可这时尖尖发现了，老师正在读闺蜜齐明月的作文，身为好朋友怎么也得捧捧场。尖尖强行打起精神想要听一段，谁知却发现了大问题。那天与其他的任何一天都不同，因为我被坏人欺负的时候，一个人为我挺身而出。李尖尖，生1天气了，不至于。怎么不至于？换你不生气啊？明明是自己和小哥再加上大哥一起救了明月，可明月的作文里却变成了大哥一人，这种见色忘义的行为让尖尖很生气。而明月也意识到是自己的错误，连忙向尖尖道歉，表示都是为了写作文，打架的片段不好放里面，只有凌霄大喊警察的那段比较适合，所以才忽略了2人。可这样的解释尖尖并不认同，因为后面明月又花了大量的篇幅描写凌霄在秋千上安慰的片段，这很明显就是偏心。你是不是觉得我成绩不好，不值得你学习啊？没有。哎呀，我错了，我下次一定单独写你。真的？真的，只有你。那看你表现。我妈在家乐福工作，那不是世界500强啊。我爸做运输的，那不是物流生意啊。那别人误会了，我有什么办法呀？女孩的班级中来了一个明星同学，不仅小年纪就拍过知名广告，还到处向同学们散播，说他的母亲是世界500强公司骨干，父亲是物流公司老总，家境殷实到不行，故此同学们为了巴结，都把她宠得像个公主似的。偏偏女孩最看不惯的就是这种贪慕虚荣的行为，为此还和明星结下了梁子。2人在班级中一直不对付，正好这天女孩的哥哥们高考完毕了，几人打算庆祝一下，便来到了饭店。谁知屏风的对面居然坐的是明星一家，通过他们的对话，女孩顿时了解到了劲爆新闻。你爸跟我呢也没读过什么书，妈在超市当收银，你爸爸呢出大车跑货运，这一出门啊就是好几天，妈总担心他出事儿。这不听不知道，一听吓一跳。在听了几人的对话过后，尖尖和明月顿时才明白，唐灿在班级里吹嘘的那些身份原来都是假的。但考虑到每个人都有虚荣心，这类人也一般很好面子，尖尖几人并没有当众戳穿，而是一直憋着，等看到唐灿一家结账走人过后，尖尖才和明月去到厕所里讨论。谁知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唐灿居然没走，还刚巧撞见了两人讨论的场景，这场面顿时就尴尬了。因害怕此消息被更多的同学知道，从此人设崩塌。唐灿凶恶地威胁尖尖两人，让他们不要说出去。可尖尖从小最讨厌的就是威胁，前面几句他还可以想着是自己有错在先忍受，但当看到唐灿越说越过分后，尖尖彻底绷不住了。哎呦，真是忍不住！你以为你真的是明星啊？谁跟你说你这个破事儿啊？行了，我李尖尖真的是退出江湖很久了，是不是？没有，居然有人敢当面威胁我！唐灿没想到尖尖暴躁起来，居然这么恐怖，瞬间气势就软弱下去了。在放了两句狠话过后，便慌忙离开了，而两人之间的仇怨也因此变得更大了。甚至于在来到教室时，双方的眼神中都能感觉到战斗的火花。可毕竟是有把柄被抓，唐灿真的很害怕尖尖把秘密说出去，于是便悄悄地在尖尖的抽屉里放了一盒巧克力，想通过此物来收买。而尖尖原本就不是一个大嘴巴的人，他很理解每个人都有虚荣心，前面之所以爆发也只是看不惯唐灿咄咄逼人的样子，所以真的要他到处散播还是不会的。我们其实本来就没有关系，对不对？你是邻居，小哥是寄养在我们家，我们本来就不是一家人。女孩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关系复杂但却十分幸福美满的家庭中，有两个疼爱她的爸爸和两个关心她的哥哥，全家就她一个女生，完全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可她本以为这种快乐的日子能够一直延续下去，谁知在两个哥哥高考过后，家庭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哥的生母因出了车祸，需要有人在身边经常陪护，但家里的亲戚们都不愿意，最终因割舍不下这份亲情，大哥只能到新加坡去读书，顺便照顾生母。而二哥则更为艰难，原本对于那个有钱的生父他是憎恨的，可如果他不答应的话，养父就会一直被针对，并且因看到养父一人撑起整个家庭不容易，最终为了给他减轻压力，二哥同意了生父所说的去英国留学。两人的决定女孩一直不知晓，但当这天来到天台叫他们吃饭时，发现他们居然打起来了。询问过后，女孩才知道了争执的原因。没什么可商量的，不许去，你也不许去。你都不去，这报志愿的时间都过了，你让他们俩复读啊？复读！尖尖想不明白，当初是那些不负责任的人将两个哥哥无情地抛弃了，他们是在好不容易的情况之下才重新组建了如今幸福美满的家庭，可现在那些可恶的人一句话就要夺走自己最爱的两个哥哥，尖尖说什么也不同意。而凌霄和子秋因为自知对不起尖尖，也只能低着头不敢说一句话。一旁的李爸想要劝阻，但尖尖却用他从小教育的话回怼：从小到大你就跟我说，只要我们相互照顾相互扶持就是一家人，不管别人怎么看，只要我们心里知道谁对自己好跟谁亲近就可以了。其实尖尖不是不知道，两人被迫答应肯定都是有难处的，可他就是觉得不公，为自己不公，为两个哥哥不公。那些不负责任的人从小到大没有给过两个哥哥任何帮助，如今有困难了有需要了就回来找。那么当初他们抛弃的时候为什么就从来没有想过呢？并且虽说他们一家是组建家庭，可尖尖却从来没有自卑过，他很庆幸自己有两个这么好的哥哥，但如今这一切就要消失了，尖尖怎么也接受不了，一个人躲进房间的被子里痛哭。子秋和凌霄过来安慰他，都没有回应，直到最后看到凌霄就要走时，尖尖才掀开被子忍不住询问，说是不是三人从此以后就没有关系，不会在一起了。等你长大了，我们一辈子在一起，好不好？就是他抓我胸，他还这样 biu biu 捏了我两下。谁捏你胸？我以为那是肚子。肚子就可以随便捏？女孩的雕塑作品获奖了，并且还很荣幸地入选了展览会。这种荣誉对于从小就是学渣的她异常珍贵，所以为了看看展览的具体情况，女孩很早就去到了现场。可让她没想到的是，自己的展品面前根本就没什么人，反而是同专业的师兄，展品前面围满了人，这之间的差距到底在哪呢？女孩十分好奇，想挤进去看一下，谁知一不小心被前面的人给推了一把，眼见马上就要摔倒到地上，背后突然出现了一个戴帽子的男孩，将女孩给扶住了，只不过手却放在了女孩的胸上，甚至于更过分的是还趁机捏了两下。这种耍流氓的行为女孩哪里能忍，当即就向着周围的群众大喊，将男孩送到了警察局，并且经过盘问还了解到了这个男孩是个惯犯。这些不经常承认了，警官听见没？他是个惯犯呀，死变态！你让我看看你长什么样子！居然承认经常摸女孩的胸，尖尖顿时就怒了，他想看看这么可恶的变态究竟长什么样。
谁知当一把将变态提起过后，尖尖才发现对方居然是自己多年未见留学在外的小哥。原来子秋6年的留学生涯已经结束了。之所以跟踪尖尖，原本是想给他一个惊喜的，没想到阴差阳错变成了惊吓。这下倒好，本来就这么长时间没见了，又遇上如此尴尬的事情，两人之间顿时不知道该从何处开口。而就当他们沉默之时，远处突然飞奔过来了一个人，笔直冲进警局过后，又转身退了回来。原来凌霄的留学生涯也结束了，但他没有选择隐藏，回来后就在家等尖尖。谁知人没等来，却得知了被骚扰的事情，于是马上冲向了警局。可没想到却在门口看到了尖尖和子秋。这么多年过去了，从小长大的三兄妹居然是以这样一个方式团聚，场面顿时尬到不行。那个你回来在国外说一声，你不也没说了吗？尖尖本以为再次见到两个哥哥，他会非常开心，但或许是间隔时间过长和大家都成长了不少的原因，尖尖居然找不到什么聊的，最后没办法，只能随便找个理由匆忙离开。而子秋和凌霄那边，这么多年过去了，两人还是没变，见面就互怼。但这次回来，他们在心底都暗暗做了决定，那就是从此再也不会离开尖尖。女孩从小就害怕拔牙，一直不敢去医院，但奈何这次实在太痛了，又加上闺蜜的劝阻，女孩被迫来到了诊所。谁知原本好不容易才调整好的情绪，在看见医生用锤子敲病人的牙齿过后，彻底崩塌了。女孩瞬间改变了主意，想用上厕所作为借口来趁机逃离。谁知闺蜜根本不给她这个机会。李尖尖，来5号室。来了，小跑，我回来了！你放着我不给你因为挣扎不过，尖尖就这样被明月强行塞进了诊疗室，还从外面锁上了门。这时医生也在催促了，眼见事已至此无法抗拒，尖尖只好放弃挣扎，一步一步向着诊疗椅移动，那种状态就像是即将英勇赴死一般。可即使尖尖内心中已经做足了准备，但当手术灯照在脸上和手术钳伸进嘴里时，尖尖还是恐惧和疼痛的不行，浑身颤抖的根本没办法让手术继续。眼见就要陷入僵局，医生突然开口了：李廷章，你看头顶的灯像不像那个兔子洞？爱丽丝透过那个有光的洞到了另一个世界。如此温柔和煦的声音，再加上描述的又是自己最喜欢的童话故事，尖尖顺着医生的话联想，突然之间就感觉没有那么痛了，身体和四肢也放松了下来。这场曾经尖尖最为恐惧的拔牙手术，在悄然间就结束了。等尖尖反应过来时，医生已经在收拾工具了。但虽说这次过程比较轻松，可医院仍旧是尖尖恐惧的地方，所以此刻他只想马上离开。谁知才刚走几步就被医生给叫住了。尖尖很疑惑，难道还有别的事？可当他一回头，看见医生摘下口罩，才发现原来做手术的居然是自己留学归来的哥哥凌霄。都变成大姑娘了，还怕看牙医啊？哥不会走的，哥一直陪着你。小时候每次尖尖拔牙都是凌霄陪着，因为只有那样尖尖才不害怕。可这么多年过去了，虽然尖尖仍旧害怕拔牙，但他却习惯了没有哥哥的感觉。毕竟凌霄出去留学，一走就是9年，这9年之间，尖尖从一个小女孩长成了大姑娘，内心也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再像当初那般整天都要黏着哥哥了，甚至于就连和凌霄正常对话夸奖，尖尖都感觉十分尴尬。在我眼里，你最漂亮。谢谢捧场。对于尖尖，凌霄其实内心一直有亏欠，这次回来，他就想弥补尖尖缺失了9年的感情。谁知他越是努力，尖尖反而还越是排斥，甚至于就连凌霄提出一起吃个饭，都被尖尖以工作忙碌给拒绝了。这种情况和小时候完全相反，凌霄顿时不知道该怎么做了。而尖尖那边其实也很为难，就好比是2罐黄桃罐头，你一看日期吧，过期了，但是你要尝一尝也还能吃，但是这不是边吃边别扭吗？那个抓我胸的变态就是我小哥。变态！女孩从来没想过，与分别了9年的2个哥哥再次见面会是在警察局，并且更为抓马的是，这场性骚扰事件中，那个抓她胸的变态居然还是她的小哥。如此离谱的开局，使本就因为多年没见面有些生疏的3人更为尴尬。女孩都不知道能和2个哥哥聊些什么，没做多久就找借口离开了。回到家后，女孩忍不住向2个闺蜜吐槽，她觉得这种小时候的感情早已在成长的过程之中消散了，并且分别的9年中，她和2个哥哥都没有聊过什么靠谱的内容，都是敷衍式的过节问好，所以完全没有共同话题能谈。这么说吧，就好比是2罐黄桃罐头，你一看日期吧，过期了，但是你要尝一尝也还能吃，
但是这不是边吃边别扭吗？对于自己这两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哥哥，尖尖真的是头痛不已，根本吐槽不完。可正当尖尖想要继续说坏话时，一旁的明月却疯狂踹他。这种比较模糊的提醒行为，以尖尖的智商完全理解不到，还在那边摆烂。谁知下一秒，大哥凌霄的声音就从身后传了出来。原来为了弥补这9年缺失的感情，凌霄回来后就打算直接把尖尖几人旁边的房子给租下来，这样离得近也方便照顾。可谁知在明月的帮助下，合同原本都谈好了，房东却突然反悔。放心不下的凌霄只好过来看看，顺便给几人做顿饭改善伙食。没想到刚巧就撞见了尖尖说坏话的场景。按秦明月的说法，那个外甥应该是一个人住，但那是2室的房子，刚工作的人一个人负担房租应该也不容易吧？你是想要合租？对。为了能和尖尖住得近，凌霄这次也是下了大决心了，连合租都提出来了。而恰巧唐灿刚好见过对面的租客一面，并且只是那一面，唐灿就怦然心动了，于是主动将谈合租的事情揽了下来，还特意梳妆打扮了一番，以文静温婉的形象向对面的租客搭讪。谁知他都说了好多句，对面都没有回应。没办法，唐灿只好用笔戳一下，想撒泼娇，没曾想对方却误将笔当成了刀，直接一转身勒住了唐灿的脖子。而眼见谈判员出现危险，凌霄3人也立马冲了出来，只不过就当他们的棍子要打下去时，才发现这个租客居然是小哥子秋。子秋，怎么是你？你谈恋爱为的就是灵感啊？对，这就是我的出发点。哎呀，但能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还是未知领域，想想都有点小兴奋。女孩单身了25年，突然之间就谈了一个男朋友，对此她的闺蜜和2个哥哥都非常关注，几人搜遍了各种社交平台，总算找到了男方的微博账号。只不过这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男方长久以来所发的内容不是什么极其露骨的爱情宣言，就是生与死之间的感悟与想法，这些内容怎么看都不是一个正常人能想出来的。为此2个闺蜜非常着急，当晚就给女孩召开了声讨会。你确定她的心理状况没有问题吗？这不很正常吗？他是雕塑设计师，他对美和生命有自己的理解。因为尖尖也是开雕塑馆的，所以明月和唐灿2人对这个行业还是有所了解的。他们想知道对方开馆的位置，谁知尖尖却说男友并没有开馆，而是一个私人雕塑师，所有东西只展出，从来不售卖。所以他是没工作吗？这不是工作吗？不挣钱叫什么工作呀？他靠什么生活呀？啃老啊？要说拥有独特的灵魂就算了，毕竟身为艺术家，明月和唐灿还可以接受，但这么大年纪了，居然还在家啃老，这种奇葩人士，作为闺蜜2人绝对不同意尖尖交往。但尖尖一向坚信自己的主意，所以并没有听进去，并且他很好奇2个哥哥为什么也在这。我不同意。虽说离开了尖尖9年，但2人如今毕竟回来了。作为哥哥，他们不可能眼睁睁看着尖尖往火坑里跳。可尖尖的脾气，他们也是了解的，认定了的事情就很难更改。所以凌霄想到了一个好主意，这不是子秋的咖啡店就要开张了吗？那不如就在当天让尖尖把男朋友叫过来见一面，这样大家都在能更好的参谋和评鉴，也不会出现危险。说干就干，子秋连忙把邀请帖发了出去，并且在开业当天，他还特意亲自做了一个大蛋糕，想着人多能够一起分享。谁知他们期盼着等了许久，等来的却是尖尖男朋友因为灵感突然爆发，走到半路又打车回去的消息。你们俩第一次见面，他竟然回去和泥了。灵感嘛，那可遇而不可求，人是随时都能见的呀，是吧？第一次见面就爽约，这要是搁别的女孩肯定不能接受的，但尖尖却丝毫没有疑义，看样子完全就是恋爱脑上身了。为此子秋和凌霄顿时更为担心了。好，打电话给他，分手。你是不是疯了？我说分手。哎，怎么跟你妹说话呢？我让他分手。我也觉得应该分手。女孩有2个寄养在家的哥哥，3人从小一起长大，只不过在女孩读高2的那年，他们出国留学了，一走就是9年，其中从来没有回来过，故此2个哥哥对女孩都感到很愧疚。这次回来就打算弥补，谁知还没等他们开始行动，就听说女孩谈恋爱了，还交了一个雕塑家男朋友。如此大的事情，2个哥哥自然要帮女孩把关。谁知当他们翻看了那个雕塑家的微博，才发现里面的内容全是些不正经的，一看就是危险人物。但考虑到妹妹的倔脾气，2人决定还是要先见雕塑家一面再说。可明明都已经约好时间和地点了，雕塑家却在来的路上发消息给女孩说灵感突现，又让司机掉头回去了。
如此可疑的行为，让本就对她不看好的两个哥哥更为怀疑了，偷偷嘱咐女孩的闺蜜，让他们平时多帮忙看着点。而果然就发现了问题。闺蜜无意间翻看女孩动态时，发现她和雕塑家单独出去了，于是立马向哥哥们汇报消息。李尖尖是跟郑舒然见面去了，现在打电话也不接，微信也不回，完全找不到人。没事，我现在回去。一听是这种情况，凌霄顿时着急的不行，连忙叫上子秋，两人就赶往了尖尖发动态的那个甜品店。可即使他们的速度已经很快了，但还是慢了一步。在询问了前台过后，才得知尖尖两人已经在1个小时之前离开了。结合电视剧中女孩被绑架侵犯的案例，1个小时已经属于很长时间了，所以两人担心再拖下去可能造成的危险更大，最终选择了向身为警察的林爸报警。而在了解了整个事情的经过后，林爸知道他们有些大惊小怪的嫌疑，但考虑到是自己的干女儿，林爸还是给李爸打去了电话，想着那边如果没有消息的话，就出动警力搜寻。谁知李爸的答复让人意想不到，小尖被一男孩拐到酒店开房去了。谁说的？好，知道了。一听是虚惊一场，林爸顿时放下心来，告诉子秋和凌霄别担心，尖尖他们在面馆呢。可这个消息让两人瞬间更为着急了，因为才第1次约会就直接见家长了，那么后面还又会发展成什么样呢？两人不敢想象那个场景，只得连忙往面馆赶。而在看到雕塑家郑舒然单纯的面庞后，他们的防备心顿时更重了，因为与微博上的那些情爱誓言相比，郑舒然有着巨大的反差感。这种反差感导致的结果就是这个人的心思一定很深，所以为了戳穿他，子秋整个脸都快贴上去了。小哥，你上对面走去。我坐这挺好。你坐对面去啊！你都已经回来了，就因为跟我闹矛盾就要走？你遵从自己的内心，不要因为别人做出冲动的行为，可以吗？女孩交了一个雕塑家男朋友，因为这个男孩的行为举止都有些怪异，不仅经常在微博上发表一些擦边言论，并且毕业到如今已经好几年了，男孩都没有工作，一直啃老。这种情况，女孩的2个哥哥坚决不同意，要求女孩立刻分手。而女孩呢，脾气本来就倔，所以意见不同的3人直接在饭桌上吵了起来。最后大哥更是气得摔门离开了，就连第2天女孩牙齿换药，他都没有参与，而是叫同事帮忙替班。如此情况，女孩也是看出大哥生气了，便想着换完药后去给他打一个招呼。谁知女孩都已经走到门口了，大哥却还像个没事人一样，依旧自顾自做事。这种被当空气的行为让女孩很生气，直接转身离开了，想着缓和关系的事情过一阵再说。可当晚女孩回到家，刚打开电梯门就看见大哥拖着行李箱要出去。因为2人曾经分别过9年，女孩担心大哥再次离开，所以瞬间慌了，连忙追了上去。你要搬回林爸那里住了？没有。那你是要回新加坡吗？你不是在医院都入职了吗？你怎么这么任性啊！一听凌霄就要回新加坡了，尖尖是既着急又气愤。他想着3兄妹好不容易9年后终于重新团聚了，就因为吵了一架，凌霄就要离开，这种冲动任性的行为，小孩子还好说，可凌霄现在都已经30岁了。尖尖实在不理解，他想通过讲道理让凌霄明白，但他这边说了很多，凌霄却根本没有听进去，依旧自顾自的走。眼见没有效果，尖尖只能使出大招向凌霄道歉。我那天太冲动了，我昏了头了，我才说你们不是我亲哥，我反省，我不该说那样的话，我道歉，对不起，你们都是我亲哥，行了吧？谁是你亲哥？其实尖尖并不是不认凌霄和子秋这2个哥哥，只是因为9年的间隔实在太长了，如今突然重新团聚，尖尖一时间有点反应不过来罢了，所以才做出了一些冲动行为和说了冲动的话。他希望凌霄能够理解，只要再过一段时间，他保证能够处理好情绪。为了留住凌霄，尖尖这也算是用尽所有力气了。可当凌霄把行李箱打开的一瞬间，尖尖顿时就懵逼了。上个租客不要的行李箱，还有阳台储物柜里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一块扔了。你不是要走啊？这怎么说？你也没问。闹了半天居然是个乌龙事件，并且尖尖为了挽留还说了那么多羞耻的话，顿时气氛变得尴尬的不行，尖尖脑袋都快低到地上了。正巧这时闺蜜明月回来了，尖尖仿佛就像看到了救星一般，连忙冲过去接手明月买的东西，就拿着逃离了现场。怎么样了？我小哥呢？你说呀！送来的时候，满脸都是血。医生说，他们也经历了。女孩这天正坐在上班的公交上，
突然就接到了父亲的电话，说他的小哥出车祸了，还挺严重的，救护车正往医院送呢。要知道女孩三兄妹可是从小一起长大的，虽说高一过后分别了9年，可这份情谊一直潜藏在血液里，所以一听小哥出事，女孩顿时着急的不行。公交车还行驶在大桥上呢，女孩就想让司机停车，但制度就是制度，公交车只能到站停车，没办法，女孩只好等待。在到站的第一瞬间就冲了出去，可当她急忙赶到医院后，却从闺蜜那里得知小哥已经没救了。如此消息就像晴天霹雳一般，女孩顿时整个人都懵了，也不管什么肃静不肃静，站在医院的走廊上就大哭起来。这般动静顿时就被女孩大哥发现了，急忙赶了过来。怎么回事？我跟他开玩笑说，渐渐子秋没事，渐渐子秋只不过昏过去了。渐渐子秋没事，他没死。渐渐。一听子秋没死，渐渐的心情稍微好过了一点，但凌霄那边就很生气了。他气愤唐灿用这种人命关天的事情开玩笑，所以从来不发火的他，也向着唐灿说了几句重话。而另一边，子秋撞车的原因也找到了，是因安定摄入过多，人的神经强行休眠导致的。可子秋一向神经大条，睡眠质量好到不行，又怎么会吃安定呢？这时他仔细回想了出事前的整个过程，发现他吃的只有凌霄的维生素，再结合凌霄晚上睡不着觉的异常状态，子秋顿时明白了事情的真相。我说为什么不给我吃呢？我看他晚上老不睡觉，我以为他看小说呢，原来是睡不着啊。凌霄当初出国留学，原本就是受了很大的委屈，如今还患上了失眠的毛病。凌爸和李爸顿时更为心疼了，在看到凌霄走进来后，满眼都是关切。而尖尖那边经历了这2件事后，也算是回过神来了，不再像当初2个哥哥才回来时那般排斥和讨厌他们，又重新找回了小时候3人在一起黏黏糊糊的感觉。这不考虑到病房里面太过沉闷，晚上2兄妹守夜时，直接将子秋抬到了医院的花园中，坐在椅子上看着天空中的星星，一切就好像回到了小时候那般。不可以，怎么不能吃？上火，吃一口嘛，吃一口不行，耍我是不是？啊，我不逗你啊，你。你这也算是打过我了吧？什么呀，我又不是故意的。那你故意打我2下？我这可是天生的美貌。你有病啊！女孩的小哥因车祸住院，闺蜜却在这时候开起了玩笑，骗女孩她小哥去世了。而女孩原本就单纯，还真就信了，在医院的走廊上歇斯底里的大哭起来，直到大哥赶来将真相告诉给女孩，情绪才重新平静下来。但因为这个玩笑，她和闺蜜之间产生了间隙，2人一连好多天都没有说话。而闺蜜也知道是自己的问题，于是为了道歉，她在女孩小哥出院的当天，特意准备了美味火锅，还让明月把所有人都邀请到家里来。可事情虽然做了，闺蜜依旧有些担心，她害怕得不到女孩的原谅。于是当看到客人进门时，她连忙到自己的房间躲了起来。唐灿没回来，秦毅说菜都他准备了，他怂不给见你。看到唐灿这么用心的准备，尖尖心里的气也算彻底消散了，打算过去叫唐灿出来一起吃饭。谁知让他没想到的是，唐灿为了查看情况一直躲在门后，所以他这一突然开门，瞬间就撞上了。眼见闺蜜受伤，尖尖顿时心疼的不行，连忙凑上前查看情况。好在是因为力度不大，并没有造成什么严重的伤害，而2人也借着这个机会相互袒露了心声，关系重归于好。并且尖尖此次其实还给唐灿准备了惊喜，把他一直喜欢的男神也给叫过来，这顿时把唐灿高兴的不行，让2人先去吃，自己要化个妆再出去。你家吃火锅你化什么妆啊？多奇怪呀！天生美貌啊！我跟你们之间真的简直没有办法沟通。为了给男神一个好印象，唐灿仔仔细细地收拾了一番，以最完美的状态走了出去，还装作不经意地打招呼。可没想到的是，他的这一套操作并没有起到效果，甚至于庄北还被呛到了。这到底是怎么一种情况呢？原来庄北真正喜欢的其实是明月，之前帮助唐灿纯粹是出于好心，没想到却因此导致了3人复杂的关系，相互都有喜欢的人，而却都没有对上。另一边，经历了这几番事后，尖尖又重新找回了和2个哥哥小时候相处的感觉，不再像当初他们刚回来时那么陌生了。所以趁着酒劲，尖尖直接将2个哥哥拽到了一起。我其实昨天我就开始想，如果我小哥真的被撞死，我得多后悔。哥，小哥啊，真心的欢迎你们回来。
你前些天叫我手脑，成天狗嘴大死，干干巴巴。还不是养生。我告诉你啊，你没来的时候，他就一直盯着我屁股人看你的话，这人怎么能要啊？怎么了？女孩交了一个雕塑家男朋友，这可愁坏了两个哥哥。为了不让妹妹被骗，他们决定轮流监视。正好小哥开了家咖啡店，雕塑家经常去那里寻找灵感，于是监视的任务就交到了小哥头上。可这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小哥只是偶然瞥了一眼，却发现雕塑家纸上画的全是女孩的屁股和胸之类的，那又和耍流氓又有什么区别呢？所以小哥连忙走上前，让雕塑家赶紧离开。可雕塑家非但没有认识到问题，还依旧在那边自顾自的创作，这顿时把小哥惹怒了，直接拿着他画的内容给那几个女生看。美女们，这儿有个变态在偷偷画你，需不要我报警？你要有这么细嘎？你这腿也太长了吧！哎，你有这么好看？画的真好看。子秋本以为三个女孩在知道被偷画后应该会很生气，然后大喊郑舒然流氓，结果没想到借着这个机会，几人反而还聊了起来。而且从那三个女孩满眼星星的状态可以看出，她们非常喜欢郑舒然的作品。这个世界到底颠成什么样子了？子秋不能理解，只好重新回到楼下。刚巧这时尖尖来店里了，为了让她了解到郑舒然的真实面目，子秋连忙将她带到楼上，借着郑舒然搭讪三个女孩的场景，子秋详细的描述了刚才发生的一切，想让尖尖明白郑舒然是个渣男，两人必须马上分手。谁知在听了过后，尖尖却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这顿时让子秋更生气了。我告诉你，你懂不懂？什么叫男人的嘴骗人的鬼啊？你盯着我看什么？你怎么说钱婆婆是人啊？钱婆婆，你按你小的脑子！两人打斗的场面全都被郑舒然看在眼里，他发现尖尖和两个哥哥的关系有点过于亲密了，所以内心中顿时有了一种危机感。刚巧今天是两人外出采风的日子，郑舒然便觉得是时候将关系更进一步了。于是他向尖尖提出，说两人应该做一些正常情侣该做的约会姿势，并且郑舒然说着说着，脑袋就突然向前想要亲尖尖，这顿时把尖尖吓坏了。怎么了？不能亲吗？太突然了，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啊！爱情和都是自然而然发生，我们嘴唇也是有自己思想的呀。可是我的大脑不允许我的器官胡来啊！哥，你清醒一点儿，我们是兄妹啊，不是亲兄妹胜似亲兄妹，从小一口锅里吃饭，一张床上睡觉，我们是一家人。还不够？够的了。男孩从小就喜欢自己楼下的邻居妹妹，但因为双方家长的原因，再加上出国留学，他又离开了9年，所以一直没有表露心意。如今他总算是将国外的事情彻底解决了，这下没有了后顾之忧。男孩决定这次回国后就向妹妹表白，可因航班太晚，错过了最佳时间。男孩回来时都已经是晚上了，并且妹妹还因为太过思念他，祭奠母亲时喝了许多白酒，如今早已躺在床上昏沉沉的睡过去了。而当看到妹妹那张美丽又可爱的脸庞时，男孩此刻再也忍不住偷偷的亲了上去。如此行为，男孩本以为谁都不知道，但让他没想到的是，妹妹其实早就醒了，那些亲吻的动作他全都感知到了，所以此刻的他心情是崩溃的。第二天上班时都生怕和哥哥遇见，但现实这种东西往往就是越恐惧反而还越是来什么。女孩在等电梯时，哥哥也刚抢出来。哥，你先下去吧，我手机忘拿了。在你手上。哥，冷静，哥。尖尖本来还想找理由逃避一波，但谁知凌霄根本没有给他机会，直接一把就抓进了电梯中，并且或许是经历了昨天晚上的事情，凌霄也决定不再隐瞒了，在电梯内就向尖尖表了白，说希望两人从此以后能建立一种从法律上以及公序良俗上都能成为家人的关系。这种情况不就是结婚吗？尖尖顿时都懵了，比昨晚的那个吻更加难以置信，因为他从小到大一直都是把子秋和凌霄当作哥哥，从来没有别的想法。可如今凌霄却要娶自己，尖尖就感觉自己穿越了一样，根本没法回答。等电梯打开门后就飞速的逃离了，但躲得过一时躲不过一世。先不谈两人兄妹的关系，再加上他们现在住的又这么近，抬头不见低头总会见的，所以晚上尖尖在思考了良久以后，还是决定跟凌霄说清楚。我们是从小一起生活一起长大的，我们的感情基础非常的坚固，比亲戚都亲多了，不，那根本就没法比啊。所以你可能是把亲情和爱情给混淆了。尖尖本以为凌霄只是多年未见了，为了弥补做出了一时冲动，所以连忙提醒，但让他没想到的是，凌霄一秒都没有犹豫，瞬间表示这件事情是自己已经思考了许久的，如果非要找寻证据的话，高三离开时凌霄给尖尖说回来后要娶她的那句话就是最好的证明。从那以后就决定，西瓜最中间的心，锅底的米锅巴，鱼鳃两边的肉，
童子骨里的骨髓，包子里面的血，你都留给你吃。反正我不管，从今天开始，你得改变思维方式，把我当成一个男人看待。你又不喝水，你不能强硬头吧？我不想，但你想喝水，面前只有这一碗，你躲不了。女孩从小就和邻居的哥哥一起长大，两人的关系好的就像亲兄妹一样，所以即使分别了9年，哥哥再次回来，女孩依旧很开心。只不过让她没想到的是，哥哥回来后做的第一件事，居然是向她表白。虽说两人小的时候关系的确很亲密，可现在都已经长成大人了呀，再加上他们兄妹的身份，女孩是万万不能接受表白的。所以晚上的时候，她特意前往哥哥的房间交谈，想通过晓之以情动之以理，让哥哥明白两人是不可能的。但不管他再怎么说，哥哥就是不打算改变主意，这顿时把女孩气懵了，想着说不过躲总行了吧，于是借着回家看父亲的名义，女孩和小哥搬回了老房子住。可谁曾想哥哥也追了过来。你怎么回来了？我回来看爸。子秋也回来了？啊，躲我？没有。看到尖尖故意躲着自己，凌霄顿时有些生气，他觉得尖尖很偏心，从小到大，无论是被欺负受委屈，或是去游戏厅网吧，甚至于晚上偷偷在被窝里吃辣条，尖尖第一个想到的人都是子秋。这些事情他从来没有参与过，所以凌霄觉得尖尖更喜欢的人是子秋，而尖尖那边则很委屈了。对于两个哥哥，他绝对没有偏过心，之所以那些项目不带凌霄是有原因的。你又不让我打架，你又不让我玩游戏，你还什么都管我。你们半夜偷偷摸摸在被窝里吃辣条也不带着？哎，那是因为你住楼上啊，我们怎么带你啊？而且你刷了牙你就不吃东西的呀。对于凌霄这种不信任的态度，尖尖也实在没有办法，只能靠向天发誓来表示自己真的从没有偏心。两人就像自己的手心手背一样，都是肉。可让尖尖没想到的是，他这句一碗水端平的话，在凌霄那边却得不到认同。凌霄认为人受伤时第一个护着的是手心，所以手心更重要。故此子秋和他谁是尖尖心目中的手心，就是凌霄最想要知道的答案。而眼见又是一个难题，尖尖顿时崩溃了，干脆直接不回答，自顾自地喝起酒来。可这是在阳台，又是夏天，没过多久尖尖就被蚊子咬得不行，只好被迫回到房间中，让凌霄帮忙涂风油精。但在抹油的过程中，凌霄再次向尖尖表示了想要在一起的想法，并且他还说明了，只要尖尖没有结婚，他就不会放弃。眼见再这样闹下去，事情一定会人尽皆知，尖尖只好暂时安抚凌霄，让他给自己一点时间好好考虑。而凌霄那边得到了想要的答案，总算露出了笑容，走之前还不忘逗尖尖一下。你也知道，我睡眠不好，很难好睡。如果你今天早上答应好好的，再像这2天一样躲躲闪闪，我肯定睡得更好。不是吧，大哥，你居然用自己的身体威胁我？你说跟我在一块不是挺舒服的吗？要不咱俩就在一起呗。什么在一起？我不想当你哥，我想当你男朋友。女孩有2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哥哥，3人的关系特别好，经常黏在一起。只不过因为变故中间分别了9年，而让女孩没想到的是，9年后总算重逢了，大哥居然就向她表白，要求2人结婚。这种超出常理的行为顿时就把女孩给搞懵了。要知道她一直把2个哥哥当作亲人，所以亲人之间谈恋爱，女孩完全接受不了，只好逃避。可她都已经回老房子住了，大哥还是追了过来。没办法，为了安抚情绪，女孩只好假装答应思考，想着能拖一阵是一阵。谁知大哥前脚刚走，小哥又来了，而且让女孩更没想到的是，他也是过来表白的。2个哥哥居然都想做自己的男朋友，女孩的世界观顿时在此刻崩塌了。快要接近癫狂的她，只好对着小哥一顿胖揍。子秋，你冷静一点！我冷静个屁！我冷静个屁！我把你当哥哥，你要跟我生孩子，我告诉你这事儿，我爸知道了，你让他怎么？我已经跟爸说了。尖尖没想到子秋比凌霄更为夸张，不仅已经将2人婚后的生活规划好了，要生几个孩子，家庭该如何发展进行，甚至于还将此事告诉了父亲。这不等同于提亲了吗？这件事情尖尖想想就可怕，但让他更为害怕的是，凌霄也知道这件事，那么2个哥哥为了争夺自己大打出手，整个家不就彻底乱套了吗？于是尖尖连忙询问小哥都给谁说了。好在是目前还处于事情前期，只有父亲和小哥的发小知道。这个结果让尖尖稍微好过一点，但没等场面消停一会儿，子秋又开始表白了。等咱们俩在一起，咱俩就不可能在一起。
我会加油对你好的。两个哥哥连番的表白打击，把尖尖是彻底搞疯了。他找不到什么话能够形容现在的心情，只好朗诵起了诗歌《海燕》。那海面上层层的乌云，透过乌云劈下来的闪电，就像是两个哥哥的行为，而自己就是那只飞行的海燕，在无尽的危险中夹缝求生。海燕，你鞋没拿？虽说尖尖一直都是大大咧咧的性格，很少生过夜气，但一想起两个哥哥表白的事情，还是让他彻夜难眠。同样，子秋和凌霄也睡不着。李爸那边则更为夸张，毕竟三人都被他当做自己的孩子，所以他生怕因为此事影响了关系。但虽然很担心，李爸也没有插手三人的事情，将选择权交给了尖尖。可或许是常规劝说起不到效果，尖尖开始搞起了另辟蹊径，从网上买了几本特别的书，本来想偷偷摸摸的看的，谁知刚到手就被闺蜜给发现了。被哥哥溺爱的好困扰。我做梦我都没有想过，我的两个哥哥竟然都喜欢我。贺子秋也喜欢你。对啊，迷惑行为大赏是不是？女孩做梦都没有想过，两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哥哥，居然都同时喜欢上了她，并且还都表白了。这种亲情与感情之间的关系，让女孩的脑子感到很乱，一时间根本没法做决定，只好先将两个哥哥拖着，想着走一步看一步。可这边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呢，另一边又出现了问题。原来女孩有个关系特别好的闺蜜，从高中时期就暗恋她的大哥，一直持续到现在。这个情况女孩以前也是知道的，还准备尝试过撮合，谁知行动都没开始呢，她这边就遭到了大哥的表白，并且更悲催的是，这个消息闺蜜也知晓了，还给大哥发去了离别消息，刚巧被女孩看到了。你不用给我答案了，我看到你情理尖尖了，之前是我想多了，误会了。我这几天会找房子尽快搬出去，麻烦你们等我搬走以后再公开，谢谢了。在这件事情上，尖尖是非常愧对于明月的，所以为了挽回这段多年的友情，尖尖决定向明月道歉。可发微信明月不回，打电话也不接，没办法，尖尖只好找到了明月家楼下，一直在那边蹲着等他下班。但或许是因为蹲久了血液不循环，尖尖在见到明月后本想起身的，谁知却一不小心跪在了石头上，刺骨的疼痛瞬间让尖尖叫出声来。而明月那边原本想装作冷酷的离开，但在看到尖尖受伤过后，还是忍不住跑了过来搀扶。就这样，已经冷战多日的两人总算是重新说上了话。可道歉时，尖尖却不小心暴露了微信上的消息，顿时又将气氛降到了冰点。我给他发的微信，他怎么可以给你看？还是你现在都可以看他手机了，随便翻？不是的，不是的，是他手机坏了，然后买了个新手机，我正在那儿帮他装那个 APP， 然后就不小心看到，好吧，大哥哥。一想到尖尖如今和凌霄的关系，明月就觉得自己当初的行为像个大傻子一样，总是跑前跑后，还经常恋爱脑上身，说些不着调的话，做些不着调的事。甚至于有段时间尖尖和凌霄吵架了，明月还想尽了办法撮合两人和好。如今看来这些都像个笑话，并且让明月更不能接受的是，尖尖还告诉他子秋也表白了，自己从小到大唯二喜欢过的男生居然都喜欢尖尖，这让明月感觉尖尖今天不是来道歉的，反而是来炫耀的。于是观念不同的两人在相识10几年的时间中，第一次歇斯底里的大吵了起来。你们老李家真的太欺负人了！不是秦明月，你神经病啊！你才是就是神经病！我不想跟你说话了！你以为我想了？你们老李家真的太欺负人了！不是秦明月，你神经病啊！你才是就是神经病！我不想跟你说话了！你以为我想了？是你来找我的，谁先找谁，谁是狗。女孩从没有想到过，交往了10几年的好闺蜜，最终竟然会因为哥哥喜欢自己而闹矛盾。但考虑到这份友情的不容易，女孩也尝试了向闺蜜解释。可不论她说再多，此时情绪崩溃的闺蜜根本就听不进去，还觉得女孩是前来炫耀的。于是争吵越来越激烈，两人也只好不欢而散。可一想起这么多年的感情就要因此失去，女孩顿时难受到不行。回到家后就一直哭个不停，室友过来安慰都起不了一点作用。没办法，看到女孩红红的眼眶，着急心切的室友就只好连忙将女孩的大哥叫过来。你聋了？你没哭那么大声，你没听见呀？死人啊！快去啊！唐灿的性格凌霄是了解的，刀子嘴豆腐心，嘴上说的越凶，代表着他越是着急尖尖，所以他骂自己，凌霄也没有在意。而且关于尖尖去找明月道歉的事情，凌霄在前面也是知晓的，只不过让他没料到的是，两人这次竟然闹得这么厉害。一想到此事都是因自己而起，
凌霄顿时感到自责，所以任凭尖尖打他骂他，甚至用牙齿咬他的伤口，凌霄从头到尾都没有吭过一句，反而是贴心的把尖尖拉到了自己房间，用毛巾包着冰水来给他的眼睛消肿。秦明月现在肯定觉得很丢脸，等他冷静2天，我好好跟他道个歉。你都不喜欢人家，你道歉有什么用？喜不喜欢这个东西，又不是自己能控制住的。虽说直接拒绝明月显得有些残酷，可凌霄这个做法其实反而是正确的，毕竟长痛不如短痛，早点知道早点就能走出。并且凌霄从小到大一直喜欢的都是尖尖，如今既然已经表白了，凌霄自然不会再3心2意。这不为了让尖尖尽快走出悲伤的情绪，凌霄还用自己的伤口来逗尖尖，说他是属小狗的。而看着凌霄肩膀上那道深深的牙印，尖尖顿时也有些不好意思，主动提出帮凌霄揉肩。可就当两人以这般暧昧的姿势在沙发上坐着互动时，房门突然打开了，原来是子秋回来了。吕尖尖，你哭了？没有，没事，和秦明月吵架了。哇，你们一会儿吵一会儿好，女生真是。你那么漂亮，还老穿那种制服出去，万一遇见那些心怀不轨的人，那多危险！你这是被害者有罪论。照你这么说，女人都不用出门了。女孩的闺蜜从小就是个童星，拍了许多热门的广告和电视剧，谁知等她长大过后，反而变得不行了，资源差到没戏可拍。但没办法，为了持续锻炼演技，以免机会来时可以胜任，闺蜜开了一家淘宝店，专门帮各种有需求的顾客演戏扮演角色。可从知名演员降到淘宝店员工，这个身份差距也太大了，导致闺蜜的母亲完全不能接受。她觉得闺蜜这番操作是在丢她的脸，所以观念不同的两人经常吵架。这不本来一场好好的生日宴，在谈到工作时，两人又争论了起来，最终不欢而散。而回到家后，看到闺蜜那副郁郁寡欢的样子，女孩也很担心，连忙出言安慰：你妈生日你就顺坡下驴跟他们缓和一下关系，怎么还升级了呢？你不是没有去试镜了吗？你告诉她呀。我就不。对于唐灿的这种叛逆行为，尖尖也是能理解的，可人毕竟还是要生活的呀。并且相比于每天穿着各种制服东奔西跑，还有遇到流氓的危险性，尖尖觉得博物馆的工作才更适合唐灿。但他不知道的是，被父母安排一直是唐灿长大后的逆鳞，所以听到尖尖劝自己，唐灿反而还更生气了。并且一想到尖尖最近作品已经卖到国外去了，而自己呢目前工作生活都不稳定，唐灿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打击，使得他觉得尖尖此番操作是在以成功人士的角度来教育。于是两人直接吵了起来。等你哪天要成了艺术家，我这个给人跑腿的闺蜜还高攀得上你吗？你神经病啊！我怎么你了？你还砸我！唐灿！随着尖尖用枕头还击，两人的枕头大战彻底开始了，双方一人一下，谁都不甘愿落于下风。就这样在打斗了一段时间过后，体力不支的两人选择了休息。可虽然动作停下了，气却越来越大，唐灿明里暗里的小动作都是在挑衅尖尖，这顿时把尖尖气的直接冲到了大哥凌霄的房间，向他诉苦。可凌霄是个男生，女孩子的这些矛盾他也搞不太懂，一时间不知道如何安慰尖尖，抠着脑袋思考了一下，突然想到了一个好办法。我觉得我现在如果做一件事情的话，可以代替你想这件事。不可能，我见哪儿都过不去。正在气头上的尖尖根本不信凌霄有什么办法，可谁知下一秒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凌霄顿时就亲了上来。这深深的一吻瞬间让尖尖呆住了，不仅忘记了推开，甚至还情不自禁地配合了起来。直到凌霄分开过后，尖尖才意识到刚才发生了如此羞耻的行为，顿时社死的他脑袋低的都快钻进沙发里了。小哥，你不会突然强吻我吧？不是，你把我想什么人了？我怎么可能强吻你啊？那我要是不太冷静的时候呢？神经病吧？那我就把你的头塞进冰箱里，让你好好冷静冷静。女孩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只是和闺蜜闹了点矛盾，想着去找大哥倾诉倾诉，可谁知大哥的安慰方式实在太过于狂野了，二话不说上来就亲吻。要知道他们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也算是从小一起长大，不是亲兄妹胜似亲兄妹，所以女孩当场就懵了，过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来，然后连忙逃离了这个是非之地。可两人住得这么近，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这不早上女孩刚走出房门，就看见了大哥温暖的笑容，顿时前晚上亲吻的画面立马涌上心头，这种做贼心虚的感觉让女孩很恐惧，只好转身立刻奔向厕所。谁知竟意外发现好闺蜜又搬回来了。据我观察，凌霄和子秋彼此之间还什么都不知道，你等于是同一屋檐下
骑上南下脚踏两只船，这么好的一出戏，我怎么可能错过呢？原来尖尖一人对付2个向他表白的哥哥就够困难和纠结的了。如今明月回来后，也参与了看戏的角色，这让尖尖瞬间感到就要崩溃了。饭桌上时时刻刻都小心翼翼的，生怕自己说错了什么话，或是明月不小心爆了料，并且在经历了凌霄的强吻事件过后，尖尖担心小哥子秋也会做出这种不理智的事情。如果是那样，3人的关系就彻底乱了。所以在上班的路上，尖尖特意试探性地问了子秋，说他有没有可能会突然强吻自己。而让尖尖庆幸的是，子秋不像凌霄那么变态，从来就没有这种想法，并且对于和唐灿吵架的事情，子秋和凌霄的看法也有所不同。我说你看唐灿那指甲跟老巫婆似的，你要是跟他打肯定打不过他，你不如想点阴招。怎么阴？比如他怕痒吗？挠他痒痒。子秋这边得到了想要的答案，剩下的就是凌霄了，并且为了让2人的事情不被大家知晓，尖尖还特意和凌霄约在了一家蛋糕店。可不知是怎么一回事，每当尖尖和凌霄在一起，那种感觉就和子秋完全不同，脑子里想好的对白根本记不起来，说出的反而都是些暧昧的话。那下次不能这样。你觉得这样不好吗？当然不好了，我这儿都长痘了，嘴上。哇，这都怪我，你长痘是因为你自己熬夜不运动吧？不是，就是怪你。原本是想来和凌霄解释清楚的，可当坐在一起过后，尖尖才发现，其实他对昨天的那一吻并不排斥，甚至还有点怀恋，并且凌霄宠溺的行为让尖尖真的有种谈恋爱的感觉。特别是当凌霄提出2人在一起过后要生几个孩子时，尖尖真的去思考了。看来尖尖已经知道2个哥哥中他真正喜欢的是谁了。好好经营，脑子里多想想店，别想女人。怎么就想女人了呢？你是女人吗？你就想要他骗你。女孩从来没有想到过，2个自小一起长大的哥哥居然会都喜欢她，这顿时让女孩很困扰。于是她各自找2个哥哥谈了一下，最终女孩发现她内心中更喜欢的其实是大哥，而对小哥更多的是一种亲情。所以为了不拖着小哥，女孩直接来到了他的咖啡店，将自己心里的想法说了出来。说真的，我真的想过我们结婚的场景。你都想过结婚了？那简直就是一场噩梦啊，太可怕了。和凌霄不同，因为与子秋从小生活在一个屋檐下，2人都有共同的爸爸，所以尖尖早就把子秋当做自己的亲哥哥了。这不一想到要和亲哥哥结婚的场景，尖尖就觉得这简直就是一场噩梦，并且通过这段时间的了解，尖尖发现了子秋想要和自己在一起，更多的不是爱情，而是一种责任和亏欠。因为子秋从小被母亲抛弃，是李爸将他一直抚养长大，所以现在子秋有能力就想要报答，可他又不知从何处入手，这才想到了要和尖尖结婚，这样2人在一个户口本上，子秋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照顾尖尖和李爸一辈子。但他不知道的是，虽然法律上3人没有在一个户口本上，可在尖尖心里的那个本上早就有子秋的名字了。户主李海潮，家庭成员孙慧颖，和户主关系夫妻已故，贺子秋长子，李尖尖长女。听尖尖这么一说，子秋心里顿时温暖了不少，也不再刻意追求要和尖尖结婚的事了。而小哥这边解决了，尖尖也终于能和凌霄表达心意了。这不，晚上尖尖又钻到了凌霄的房间中，2人互相坦白心里的话，将那层一直阻拦的窗户纸捅破。而眼见情到深处，那必然是亲亲的好时机。凌霄捧着尖尖的脸逐渐靠近，但谁知就在要吻到的前一秒，房门突然打开了，并且前来的人还是子秋。你俩干嘛呢？玩儿。不知是不是发现了2人的异常，第2天一起吃早饭时，子秋一直不说话，这让本就心虚的尖尖尴尬到不行，只好呼叫明月前来救场。可谁知明月不来还好，一来场子瞬间炸了，因为他手上拿着的那本书是尖尖网上偷偷买的禁忌之书。为了不让2个哥哥发现，尖尖连忙上前阻拦，说这只是一本少女漫画，男生不能看。但明月根本不配合他，反而将书故意摊开，让子秋看到书名。这不我那天在工作室看那粉瓶那个一个名叫被哥哥溺爱的好困扰。怎么说？哎，这不我那天在工作室看那粉瓶那个一个名叫被哥哥溺爱的好困扰。女孩自从和大哥偷偷恋爱过后，就特别喜欢看这种骨科类的漫画，但毕竟情节有辱斯文，女孩都挑没人的时候看。可谁知这天正吃早饭呢，闺蜜捧着那本书就出来了，
还当着2个哥哥的面戳穿了女孩就是这本书的主人。不仅如此，在小哥把书抢过来后，一打开里面的内容全是些卿卿我我的画面，这顿时把女孩羞愧的脑袋都快钻到桌子底下去了。偏偏这时候大哥也出来捣乱，问女孩觉得书的内容怎么样。我觉得不好看，没意思，很无聊。啊，你觉得不好看，你看第2本了，我见你啊。不许看啊，那我说，我收。尖尖这段时间最困扰的就是如何处理大哥凌霄和小哥子秋的关系，并且为了不破坏3人的感情，尖尖想了很多办法。可谁知这个关键时刻明月还出来捣乱，尖尖顿时气愤的不行。但明月那边其实并不是完全看热闹，他也替尖尖操心，觉得这种事情迟早需要曝光，不如尽快告知，这样长痛不如短痛，可能出现的问题还要少点。但毕竟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妹，感情非常深厚的同时，尖尖也特别了解子秋的性格，担心他做出傻事，所以尖尖一定要找到一个2全其美的办法才行。可他们是有耐性，李爸却彻底憋不住了。自从知道了子秋喜欢尖尖过后，李爸是整夜的睡不着觉。这不为了知道最终答案，李爸还特意做了一桌菜让2人回家吃饭。可是你们俩没处对象吧？没，我们是24K 好兄妹。光是隐瞒着和凌霄谈恋爱，就足够让尖尖头疼的了。要是父亲再误会自己和子秋也在一起的话，那尖尖就彻底没活路了。所以当父亲第一时间提出后，尖尖就立马解释了，说小哥最想的不就是出现在户口本上吗？这个愿望他已经达成了，让父亲不用再操心。并且为了岔开话题，尖尖还疯狂向2人比心，这种油腻的姿态直接把父亲给吓跑了。可瞒得过一时，瞒不过一世。经历过这次事件过后，尖尖也不打算瞒着小哥了，打算2人出去后就告诉他自己和凌霄谈恋爱了。但谁知尖尖的话还没说出口，就发现了小哥的大问题。你为什么用信用卡取钱？你没钱了吗？就是资金周转出了点问题。你找赵华光要啊？我为什么要找赵华光要钱？你的钱不都是他给的？不是。你自己的是什么意思啊？你哪有那么多钱？我自己赚的呀！我从开店到现在用的每一分钱都是我在国外一分一分自己攒的，跟赵华光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这么说你能明白吗？女孩的小哥有个特别有钱的生父，当初出国留学就是他给的钱，并且如今小哥回来后还斥资几10万开了一家甜品店，所以女孩包括周边的人都认为小哥受到了有钱生父的资助后成了标准的富2代。可这天女孩在陪同小哥一起去银行取钱给员工发工资时，却无意间看到了小哥用的竟然是信用卡。要知道只有没存款的人才会用信用卡透支，所以女孩顿时担心了起来。她让小哥不要硬挺，实在不行就找有钱生父要，毕竟能占便宜干嘛不占呢？谁知小哥一口就给拒绝了，还显得非常生气。原来生父在帮小哥给了第1年的学费后就反悔了，后面的这些钱全是小哥兼职打工一点一点赚的。得知了这个消息，女孩瞬间都惊呆了，连忙回家找大哥寻求帮助。意思就是赵华光把他带到国外去，只管了他2年，后来的生活费、学费还有现在开店的钱全是他自己打工赚的。大家都还以为他跟着赵华光那孙子吃香的喝辣的呢。日日造化。其实赵华光并不是不给子秋钱，他是有个条件，要让子秋叫他爸。可子秋从小就有骨气，答应出国这件事已经是他的底线了，还要认赵华光做父亲那是万万不可能的。所以子秋直接搬了出来，一边上学一边打工。而回国后之所以选择隐瞒，也是考虑到李爸年纪不小了，又是个操心的命。子秋担心说出来后李爸连夜的想，故此才一直瞒着。可瞒得了一时，瞒不过一世。如今店里的资金出现了问题，每天赚的钱连水电房租都不够，或许开不了几个月就会倒闭了。而尖尖一向心疼子秋，提出把自己雕塑的版权费拿出来应急，谁知却遭到了一口拒绝。这个月我就有版权费了，你缺多少我给你。你别胡闹啊！你自己的钱你自己留着。什么叫我自己的钱？你不是说这个店是给我开的吗？还算好。不行，如果没有找到对的经营路子，谁都不能填这无底洞，及时止损。其实凌霄说的是对的，如果没有正确的经营方式，再多的钱都不够赔。而尖尖也明白了这点，可看到小哥处于困境，自己却帮不上忙，尖尖就感到很难受。没办法，他只好陪同着小哥来到超市，想着散散步能缓解一下心情，并且考虑到小哥都用信用卡了，尖尖在结账时特意留了个心眼，说是自己想吃香蕉，让小哥去拿，然后偷偷扫了收款码。可他的这好心操作，却触碰到了子秋内心最为脆弱的地方。爸从小养我，什么意思？那你现在打算接替爸的位置，继续养我了？贺子秋，你这话说的有点难听啊。你们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在一个家庭里长大，算是真正的兄妹吧？你怎么对他有这种想法？女孩从来没有想到过，2个自小一起长大的哥哥，
竟然会喜欢他，并且还都表白了。这种情况顿时让女孩犯了难，思考了很久才做决定，跟随自己的内心，和大哥走到了一起。但因害怕小哥知道此事后会影响到三兄妹之间的关系，女孩就暂时选择了隐瞒，想等到时机成熟后再告知小哥。可谁知这天，女孩的公司成交了大单，为了庆祝，便将闺蜜们和2个哥哥都邀请了过来，大家一起吃火锅热闹热闹。但就当众人玩得正开心时，女孩雕塑店的员工突然在手机上发现了一个重磅消息。这也太劲爆了吧，是不是？什么劲爆呀？什么东西啊？苗法非常的劲爆。员工的这句话顿时勾起了尖尖的兴趣，便让他直接分享到朋友圈，大家都看看乐呵乐呵。只不过当尖尖打开手机查看时，才发现这篇爆炸新闻居然是关于他自己的。原来尖尖前一阵子为2个哥哥的事情烦恼时，曾经匿名发过一篇树洞，里面详细的讲述了3人之间的关系。这要是搁别人可能不知道是谁，但2个哥哥身为当事人一眼就看穿了，故此原本和谐的场面顿时变得尴尬起来。这时低情商员工还看不清局势，反而在旁边说风凉话。苗法，你这是脚踏2只船啊！一句脚踏2只船，让众人的心态彻底崩了，顿时火锅也不想吃了，直接回到了家里。尖尖还想趁机逃离，却被2个哥哥又拽了过去。对于这件事情，他们今天必须要让尖尖讲个明白。可还不待尖尖开口，凌霄反而率先向子秋发起了攻击，说他从小和尖尖住在同一个家庭里，即使没有血缘关系，那也和亲兄妹差不多了。但一听凌霄这么说，子秋顿时就不干了。虽说凌霄没有和他们住在同一个屋子，可除了睡觉干什么事情3人都在一起，所以要这么算的话，凌霄也脱不了干系。小时候可是我亲手把李尖尖从坏人手里抢过来的，邻居们都看到了。李尖尖给我爸敬了茶，我们拜了天地，跟听娃娃亲有什么区别？娃娃亲？你现在跟我扯这些歪理，那我算什么？我还童养夫呢！娃娃亲？你现在跟我扯这些歪理，那我算什么？我还童养夫呢！我从小就跟李尖尖睡在一张床上，那要按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以后不在一块儿，那是不是天打雷劈呀？因为女孩的一篇树洞文章，2个哥哥如今都知道他们双方同时喜欢上女孩了，所以为了争夺谁才是那个成功者，大哥和小哥从回到屋内就开始列举小时候的事情，想借此来表达跟女孩的亲近。但由于3人自上小学开始就在一起，很多事情都共同经历过，所以2人争论了几番都分不出个胜负来，只好将选择权交到女孩手中。这时小哥还庆幸之前和女孩交流过，知道她并不想谈恋爱的心意，所以表面上一点都不慌张，甚至还非常想看到大哥也被拒绝的样子。只不过让他没想到的是，女孩竟然直接走到了大哥的身旁，2人还抱在了一起。你们俩真在一块儿了？你没把他当哥哥呀？不是，小哥。那为什么都是哥哥你就选他不选我呀？当初尖尖拒绝子秋，他的心里其实还没有那么难过，毕竟2人从小一起长大，和亲兄妹一样，要像情侣一般在一起确实很困难。可如今看到尖尖和凌霄走到了一起，子秋顿时就不能接受了。他想不明白，为什么从小到大被抛弃的一直是他，心情顿时跌落到了谷底，也不管尖尖和凌霄还想要解释些什么，直接冲回了自己的房间。而另一边，看到小哥这副伤心的样子，尖尖心里也很不好受，躺在床上一点睡意没有，满脑子都是2个哥哥的事情。最后实在没办法，尖尖只好去到2个闺蜜的床上寻求帮助。人生没死，没死，没意思。因为尖尖的情况特殊，2个闺蜜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最终给出的意见也只能是让尖尖去找子秋说个清楚。而一想到身为兄妹，又有着同一个父亲，往后还要相处几十年，尖尖也鼓足了勇气，打算去找小哥。可谁曾想他刚走出房间门，就发现小哥早已经在餐厅了，还准备好了一大桌子早餐。看这样子，难道是不生昨天的气了吗？尖尖脑袋里顿时充满了疑问，只好试探性的问了一波。而当看到小哥脸上的笑容时，尖尖还以为事情有了好转，谁知当小哥见到凌霄时，又生气的不行。看来矛盾并没有这么容易解决。尖尖想尝试着和凌霄沟通，让他和小哥说清楚，但没想到却因此出了问题。他不接受就不接受，他自己想啊。不能这么狠心。还是你要重新选，选他。你可怜我就可怜到底，不要看到别人更可怜就转头可怜别人，行吗？什么叫可怜啊？你到底看不起谁？自从女孩选择和大哥在一起后，他们与小哥之间就有了间隙，和小时候3人一同玩耍的状态完全不同，见面时就好像仇人一般。所以为了挽回小哥，让他不再那么伤心，女孩便给大哥建议说，当着小哥面的时候，2人尽量表现得不要那么亲密，
想到大哥善解人意的性格，女孩本以为他一定会同意的，可谁知在听了过后，大哥却显得异常生气，甚至于还认为女孩当初选择和他在一起，不是因为感情，而是可怜。最后直接气愤地冲出了餐厅。这突如其来的一切，搞得女孩一脸懵逼，她不知道大哥到底怎么了，只好连忙追上去询问。我们之间10几年的感情早就已经是家人了，比纯粹的爱情更加牢固。你跟我在一起就好了。你怎么能这么想啊？你要我怎么想？我要是不喜欢你，我怎么会答应跟你在一起？尖尖当初之所以选择凌霄，从不是因为什么可怜或是同情，完全是他从内心中感受到了对凌霄的那份爱。只不过让他没想到的是，凌霄对于这份感情的态度居然这么的偏执，甚至于已经不在乎两人的心是否在一起了，只要留住肉体就可以。这种状态完全不是一个正常人能想到的，所以尖尖顿时感到了有些恐慌。他觉得凌霄一定是出问题了，想要出言纠正。哥，你的生活不只是有我呀，你没有别的喜欢做的事吗？那你在新加坡除了照顾陈婷阿姨和妹妹，还有上学，你都做什么？要知道凌霄去新加坡可是待了9年，如此长的时间中，除了照顾病重的母亲和年幼的妹妹，他居然连一点自己的时间都没有，所有压力完全找不到释放点。尖尖不敢想象这9年凌霄究竟是怎么熬过来的，其中所经历的痛苦与苦楚又有多少。而这时尖尖也总算明白了，凌霄为什么对他的爱那么偏执，全因在那段黑暗的日子里，自己就是凌霄的全部。如果没有那份思念，可能他根本就挺不到现在。越是清楚这些，尖尖越是心痛凌霄，最后实在忍不住冲上去抱住了他。但拥抱虽然能给予一时温暖，却彻底解决不了问题。尖尖想从明月那边寻求帮助，谁知又听见了另一个坏消息。但我怎么觉得你小哥心里更有问题呢？你选了林笑，他多受挫呀！我刚刚回来的时候，在门口碰见他一身酒气，店员说最近生意不太好。你放心，我会好好可怜你的，可怜你到底，可怜你到你自己都觉得不用再可怜，那我还要继续可怜，因为我就是喜欢可怜别人，行了吧？女孩自从公布了与大哥的恋情过后，不仅与小哥闹掰了，还和大哥也产生了新的矛盾。这种困境让女孩很难受，一时间想不到任何办法解决，心情郁闷的状态之下，只好给父亲打去电话。但由于是与2个哥哥的感情事，女孩目前暂时还不想让父亲知道其中的具体内容，所以当父亲问起郁闷的原因时，女孩只好各种打马虎眼。现在我没法跟你说，我回头跟你说。你这跟我还保密啊？那你给我打什么电话呀？我需要鼓起勇气去面对，我需要老爸给我加油打气。一直以来尖尖都是家里的开心果加油站，每个人受了委屈遇到了困境，都是尖尖去安慰鼓励，可情绪持续的输出也总有用完的一天。这不如今面对2个哥哥的事，尖尖就感觉自己已经没有了，根本提不起动力。而李爸也感受到了尖尖目前遇到的困境，但他并没有像其他家长一样以都是成长的经历为由批评教育，反而是给尖尖演起了一段单口相声，假装给加油站老板打电话，让他明天一早给尖尖送50车油过来。这种幽默风趣的安慰方式，顿时就让尖尖的心情好了许多。完了。哎，等一下，还有一句，赶紧。老爸我爱你，晚安。有了老爸的支持，尖尖总算有勇气面对2个哥哥的事了。这不，第2天中午，他就直接找到了大哥凌霄，破天荒的2人一起吃了饭，并且用餐的过程中，尖尖还一直给凌霄夹菜。结束过后，还贴心的不让凌霄送，说自己走着就能回公司去。这种暖心的行为，要搁别的男朋友肯定高兴的不行。但因为经历了昨天的事，凌霄害怕尖尖这又是在同情自己，忍不住询问改变的缘由。而这次尖尖并没有逃避问题，他直接回应了这就是在同情凌霄，并且只要凌霄觉得自己还可怜一天，尖尖就会同情一天，甚至于这个时间会是一辈子。没想到这种打直球的方式，效果还出奇的好，瞬间打消了凌霄一直以来的顾虑。还生气啊？没有。昨天还哭了？没哭。好，没哭，那是小狗撒尿。你才小狗。这边大哥的问题算是解决了，该轮到小哥子秋了。一想到他因为店里生意不好，已经开始用信用卡发工资了，尖尖就觉得自己得先帮小哥将钱的问题处理了才行。刚好他最近成功了一笔订单，手头上有几万块钱，于是尖尖就特意在门口等着。发现小哥回来后，立马打开门，想制造出一种偶遇的状况，然后再把银行卡给小哥。可让他没有料到的是，因为从小被抛弃，小哥有着极强的自尊心，根本不接受这种带有同情含义的帮助。你别可怜我行吗？我求你了，最讨厌也不需要别人可怜我，
确啊！你别可怜我行吗？我求你了，最讨厌也不需要别人可怜我。自从女孩和大哥谈恋爱过后，小哥与她之间的关系就疏远了许多。虽然住在对门，却经常连人影都见不到。眼见着这么多年的兄妹关系就要如此恶劣下去，女孩不忍这种情况发生。刚好她从闺蜜那里了解到，小哥的店里最近生意不好，就连给员工发工资都用的是信用卡。而女孩呢，因为和外商合作，最近收入了一笔钱，便打算借着丢垃圾的名义与小哥造成偶遇，然后再把这笔钱拿给他。只不过让女孩没想到的是，小哥因为从小被人抛弃，养成了极其严重的自尊心，绝不允许别人可怜他同情他，所以女孩的卡最后没有送出去。但这次失败并没有使女孩放弃，她每天下班后就在楼下等，终于这天又让她抓到了小哥。小哥，等等我，小哥。因为跑得过快，穿的又是拖鞋，尖尖一不注意就直接来了一个大劈叉。而子秋虽然表面上冷酷的不行，但当一看见尖尖有危险过后，还是连忙跑过来将他扶了起来。这种关心的行为让尖尖顿时有些高兴，可还没待他在表情上显露出来呢，就发现自己的冰淇淋居然被小狗给舔了。原来因为店里生意不景气，子秋晚上的时候就去自助餐厅做甜点师兼职赚钱，而刚巧下班丢垃圾的时候发现了这条小狗，觉得两人的命运有些相似，都总是被抛弃，便将它捡了回来。但这些事情子秋都没有给尖尖说，依旧选择瞒着，而尖尖也没有去问，就这样一边配合着子秋清理小狗，一边调侃起来：是挺像哎，这眼睛，这鼻子，跟你一样可爱。嘿嘿。我跟谁学的？说话跟个渣男一样。渣什么男？我在逗你开心。为了获得小哥的原谅，尖尖用尽各种办法想逗他开心，但都没有起到作用。小哥还是那副一脸冷漠的样子，这种状态让尖尖顿时感到有些挫败，只好在一旁做事不说话。可没曾想，这时小哥反而还又不干了，让尖尖继续讲起来。怎么不说话了？不想说，说了你更不开心。你说，不说话不习惯。你到底打算继续跟我阴阳怪气多久？而且你什么都一个人撑着，你宁愿借银行的钱都不用我的钱，我们还是不是一家人？说什么傻话？当然是。自从女孩和大哥谈恋爱过后，小哥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每天早出晚归，平时根本见不着人影。而且更过分的是，就连店里亏损发不起员工工资了，他宁愿去使用信用卡透支，然后晚上打工还债，都没有将消息告诉给女孩和大哥来寻求帮助。甚至于在女孩发现后，想要用奖金支援，都被小哥以强烈的反应给拒绝了。明明是一家人，却总是表现得如此生分。小哥的行为让女孩很伤心。刚巧这天抓住下班的机会，女孩便让小哥一定要解释个清楚。我一直觉得有血缘的不一定能成为家人，但是互相珍惜爱护的人一定可以。那不就是得结婚吗？结婚那只是暂时的成为家人，一旦不再珍惜和爱护，那还不得离婚？尖尖知道小哥一直想在李家的户口本上有一个位置，所以当初才向他表白求婚。可真正的成为家人，并不是只有这一种方式。况且结婚后只要相处的不恰当，最终还是会走向离婚的。就像是陈婷阿姨和林爸那样，现在就成了陌生人了。反而是小哥和尖尖目前的这种兄妹状况，更有可能会一辈子延续下去。而尖尖之所以说这么多，就是希望小哥能明白，不能仗着彼此是家人就随意的怠慢，那样的话再坚韧的感情都会变得脆弱。就像是当初小哥和大哥离开的那8年一样，三人差一点就断联系了，回国后也是好长一段时间才缓过来，所以尖尖不想再次看到那个画面。你看你对我一点都不好了，果然从小到大就想当上门女婿，呵啾。你要凌霄不选我就不能低沉2天啊！我要是跟个没事人一样开开心心的，这不神经病吗？总算知道了小哥低沉的原因，尖尖顿时高兴坏了。他从来不害怕事情难解决，就担心找不到入手的方向。而如今明白小哥为什么难过了，那后面安慰好还不是分分钟的事情。可就当尖尖沉醉于思考时，冲水的小狗却突然抖动起身子来，一瞬间周围水滴四溅。恰巧这时凌霄还将厕所门给打开了，顿时场面乱作一团。但也还真别说，经历了这个闹剧过后，三人的关系再次恢复到了以往的状态，又重新来到了李爸的面馆吃面。只不过现在尖尖可不敢一点偏心了，在给凌霄加了一块肉后，马上又给小哥也来一块。而子秋也趁着这个得宠的机会提起了要求：雨姐，你给我记住，要公平对待，不能厚此薄彼。雨姐，你给我记住，第一，要公平对待，不能厚此薄彼。第二，如果你的男朋友跟你哥哥闹矛盾，你必须得站在哥哥这边。
第三，如果你男朋友对你不好，哥一定揍他。女孩为了让小哥接受她和大哥谈恋爱的事实，在这段时间内做了无数的努力，总算是把小哥给劝好了。三人又像当初一样来到李爸的面馆吃面，但可能是感受到了女孩最近的偏心行为，小哥决定趁着这最后的机会再提一波要求，立出了男友和哥哥的不平等约法3章。这种操作要搁以前，大哥是绝对不可能同意的。只不过考虑到女孩这段时间的付出，大哥最终还是忍了。而三人此次回来，也不光是为了斗嘴吃面，他们是想着瞒得过一时瞒不过一世，打算把女孩和大哥谈恋爱的情况告诉给李爸。谁曾想他们的消息还没有说出，却发现了李爸的重磅新闻。我今天跟你一起买菜，你不长见识吧？我跟你说起做菜了，就没完没了。张老师，你是这样。自从尖尖的母亲去世过后，这么20年中，李爸就只找过一个对象，那就是子秋的妈妈，并且最后还没有成。而如今总算是有了新的女伴，尖尖三人都替李爸高兴的不行，纷纷热情的招呼张老师。可面对这种情况，李爸却显得并不是那么激动，反而是先将张老师给支到了后厨。原来李爸其实对张老师并没有什么感觉，是小区钱婆婆一直强行撮合着两人认识，并且今天一起回来，也只是刚巧在菜市场偶遇罢了。听李爸这么一说，三人顿时收起了起哄的状态，将主题又重新拉回了今天最重要的事情上。所以李爸，你就放心把今天交给我。我放心，我当然放心。不是你那俩人啊，放心，他们俩说煮好，我胖位。什么篡位，那叫补位。要说子秋喜欢尖尖，那李爸是知道的，毕竟当初子秋跟李爸摊牌过。可没想到凌霄居然也喜欢尖尖，并且两人如今还在一起了。李爸瞬间就被这个消息给惊得呆住了。而为了避免当初小哥的误会再次发生在李爸身上，尖尖也没有过多解释，反而让李爸别管，说他们三人有分寸，知道该怎么处理。接着还不待李爸回应，就将他推到了后厨和张老师忙活去了。而这边坦白的事情算是解决了，尖尖又遇到了另一个难题，那就是小哥为了发员工工资，刷的都是信用卡。要知道利息那么高，尖尖担心小哥还不上，债务越滚越多，那样的话就彻底完了。赵华光的钱他又不要，咖啡店又不盈利，一个富二代还得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很简单，帮他还信用卡就行。谁知道他信用卡号啊？我知道。谁知道他信用卡号啊？我知道。你知道啊？想知道？来撒个娇。女孩虽说在费尽各种努力后与小哥和好了，但现在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小哥的店子因为业绩不好一直在亏损，欠了信用卡一大笔钱。考虑到其中的利息很高，女孩想帮小哥把欠的钱一次性还了，但一向要强的小哥却并不接受这个方案。眼见着还款日期一天一天临近，女孩顿时着急的不行，没办法，只好试探性的向大哥寻求帮助，看看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而惊喜的是，大哥确实知道该如何解决，因为他在之前小哥洗澡的时候偷看手机发现了银行卡号。只不过要想将这个消息说出来，大哥对尖尖有个条件，那就是撒一下娇。而尖尖虽说有些害羞，但考虑到为了帮小哥，他还是冲着大哥的脸上来了个360度无死角亲吻。可谁曾想大哥还不满足，扑过来想要用嘴对嘴的那种。没想到就在这时，房门突然打开，李爸回来了。谁在家？哟，你们俩在啊？哎，爸，你怎么回来了？这衣服脏了，我回来换一件。小强啊，给我买个膏药去，是我常用那牌子。自从知道了自己和凌霄谈恋爱过后，李爸就一直不是很开心，如今又把凌霄给故意支出去，尖尖的心里顿时有些慌了。他还以为是李爸对凌霄不满意，于是连忙凑上前询问，而真实情况并不像尖尖想象的那样。李爸其实特别喜欢凌霄，要是能打分的话，可以打100分。可凌霄虽然好，他的那个妈妈却很难缠。李爸担心两人在一起过后，将来的日子会受到影响，所以才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不会吧？他好像现在已经变好了。他上次跟哥打电话的时候，我就在旁边，他还跟我说话了呢，感觉挺和气的呀。真的？真的。要说以前凌霄的母亲确实是出了名的难搞，但经过这几次打电话，尖尖发现其实他态度还是可以的，所以推测可能是年纪大了以后自动变得很慈祥了。而听尖尖这么一说，李爸也觉得有那么一丝可能，心中的顾虑顿时放下了许多。而另一边，在了解到了小哥的卡号过后，接下来的一步就是帮他还钱了。尖尖为了考察到最新情况，还与凌霄一起来到了他工作的那家自助餐厅搞侦查，谁知一转眼的功夫，人就跟丢了。
接着下一秒又出现在了他们身后。我给你的手机做了绑定，你在哪儿我都能找到。你什么时候偷拿我手机了？我给你洗澡的时候。我给你的手机做了绑定，你在哪儿我都能找到。你什么时候偷拿我手机了？我给你洗澡的时候。哥还偷偷把你信用卡里的钱都给还了，还把那个还款短信全给删了。自从小哥的信用卡欠债过后，女孩就发现他总是早出晚归，经常连着几天见不着人影。好不容易抓住他，要帮他还债呢还不让。眼见着欠款日期一天天逼近，女孩顿时着急坏了，便联合大哥使用他手机上的定位软件来看看小哥晚上到底在干嘛。而这不看不知道，没想到小哥身为一个高端甜品店老板，如今为了还债，晚上居然在自助餐厅做厨师，这顿时把女孩心疼坏了。刚想再观察一下，谁知人突然不见了，接着下一秒就出现在了他们身后。而眼见事情被戳破，女孩和大哥也索性不装了，将定位和偷偷还款的事情全都说了出来。谁让你多管闲事了？怎么就叫多管闲事儿？哥这是担心你，他嘴上说着不管，背后默默把事儿都给你解决了。天哪，还不想让你多想，太感人了，这就是爱的深沉。虽然表面上子秋还是有些嘴硬，可一听凌霄居然偷偷帮他把所有欠款给还了，并且就连记录也删除了，子秋顿时感觉到心里面暖暖的。回忆起小的时候，凌霄也是这般，子秋和尖尖在前面闯祸，然后凌霄就跟着他们俩人的背后擦屁股。这就是大哥，这就是一家人。子秋前段时间沉寂的心态瞬间就恢复了过来，又开始跟尖尖和凌霄像以前那样开玩笑了。而这边气氛是欢乐了，另一边李爸那里却出现了问题。原来子秋的母亲贺梅在一次与朋友聚餐时，也撞见了子秋在自助餐厅工作，但认真一想，情况完全不对啊。子秋的生父赵华光那可是身家上亿的富豪，所以按道理子秋就是富二代，怎么会经济困难到这种程度呢？贺梅越想越不对，便找到李爸要到了赵华光的电话，当面打了过去。他人在我旁边，心还拴在李家，从来不肯叫我一声爸爸。我就想着断了他经济来源，我看他服不服气。结果这兔崽子呢，他自己打工赚学费赚生活费，愣是咬牙给撑下来了。原来从6、7年前，赵华光就没有再给郭子秋1分钱了，都是靠他自己一边上学一边打工才撑到了现在。这其中吃过的苦难以想象，而眼见着儿子竟然受过如此委屈，贺梅顿时就不干了，电话里冲着赵华光就臭骂了一顿，让他把该给子秋的1分不少发过去，要不然绝对没完。而赵华光那边原本就有些心虚，如今又害怕贺梅逼急了报复自己，便连忙给子秋打去了100万。可这一切子秋都不知情，所以当看到赵华光打来的钱时，还以为他又有什么阴谋。你神经病吧你？你还真跟你妈一样，给钱都换不来一句好话。你把卡号发给我，我现在就把钱打给你。我已经跟你说过了，你的钱我1分钱都不要。为什么大人要生那么多孩子呢？明明又不喜欢孩子。虽然不喜欢，但有用，用来寄托希望也好，用来传宗接代也好，或者用来养老也好。女孩的小哥从小就被亲生父母抛弃，是在李爸的收养下才一直成长到了高中。而就在高考结束后，小哥的生父却回来了，还变成了亿万富豪，把小哥接到了国外读书。原以为照此剧情发展下去，小哥会成为有钱的富二代，可谁知一到了国外后，生父就换了副面孔，非要小哥改姓。这小哥哪里肯，故此被断了经济来源。但就算如此，小哥也没有屈服，靠着自己打工来赚钱上学。而为了不让李爸和女孩等人担心，回国后小哥对于这段经历一直选择了隐瞒。可谁知无意间却被生母发现了，他不忍看子秋受委屈，便从李爸那里要到了电话，冲着生父一顿骂，让他把亏欠的钱全都给子秋打了过去。但子秋那边并不了解情况，还以为又是生父的阴谋。不，你连贺梅都能原谅，怎么就不能原谅我呢？你老提他干什么？我都不认识他。那他怎么知道你没钱还了？打电话来骂我？什么？子秋之所以这么努力，一是为了让李爸和尖尖过上好日子，二就是不想再去求赵华光与贺梅。可谁曾想今天晚上这2件事情都发生了，并且让子秋想不通的是，还是贺梅去让赵华光给的钱。现在知道关心，那么早去哪儿了？子秋越想越生气，情绪顿时彻底失控，就连尖尖让他吃西瓜都听不见，而是发了疯一般的跑出去。如此行为瞬间把尖尖吓坏了，连忙叫上凌霄和明月几人出去找，但这大晚上的街上连个人影都没有。又考虑到了众人明天还要上班，凌霄便让明月2人先回去了，自己和尖尖继续搜寻。另一边李爸也收到了消息，因担心子秋想不开做傻事，便带着贺梅一起出来寻找。而正所谓要解凡事必寻是缘，在尖尖思考了一下过后，觉得小哥一定在贺梅阿姨的门店那里，
于是跟大哥连忙赶了过去，结果也确实如同两人所料。你看看，还好没有磨破，脏兮兮的，穿上。大晚上怎么回事？有什么事不能说一声？因为从小被抛弃，子秋的内心一直很敏感，很缺爱，而尖尖就像是上天派来的那个小天使一样，给予他温暖与关爱。所以此刻情绪崩溃的子秋，就只想紧紧地抱住尖尖，或是握住尖尖的手，来寻求安慰，而还不待三人的情绪平静下来，李爸带着贺梅也赶来了。如此情形，今晚必然是要将事情说个清楚，并且身为他们两母子之间的问题，尖尖等人也不好插手，只能在外面等待。可就在这时，却听见了不好的声音。怎么变成这样？你尖尖，你吃西瓜就吃西瓜，你杵它干嘛呀？你凶我干什么？我就是个吃瓜的。女孩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的两个闺蜜之间居然还会发生如此狗血的事情，瞬间化身吃瓜群众。原来闺蜜唐灿之前一直有个暗恋的男神，只不过在表白过后，才发现这个男神并不喜欢她。要知道谈感情这种事情总是有得有失的，所以即使被拒绝了，唐灿也没有显得过多难受，打算就这么翻篇了。可让人没想到的是，这个男神虽然不喜欢唐灿，却对女孩的另一个闺蜜明月有感觉，甚至于还趁着两人一起工作的间隙表达了爱意。要知道唐灿暗恋的事情，明月可是很清楚的，所以男神的此番操作瞬间把明月给吓到了。那你回去考虑考虑。学长，你怎么能这样呢？你明明知道唐灿喜欢你，我跟唐灿是闺蜜，你跟我说这些。我跟唐灿本来也没什么，我跟他都说清楚了。况且我一直喜欢的是你啊！你别说了。和自己好闺蜜男神在一起的这种事情，明月是绝对做不出来的。再加上对于庄北学长，明月一直都只是尊重，没有一点感情的爱慕，并且在经历了这次事件过后，明月更加不喜欢他了，所以果断的拒绝离开了。可这边的问题算是解决了，唐灿那边明月却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交代。一想到回去就要面对逼问，明月瞬间恐惧的不行，只好在楼下一直徘徊，想等着尖尖来了过后帮他出主意。但在经历了自己两个哥哥的表白事件过后，尖尖深刻的知道了，感情这种事情不能选择隐瞒，要不然越拖越严重。所以在听明月讲述完整个事情经过以后，尖尖坚定的认为要立刻向唐灿交代清楚。好看吗？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真的啊？那我再换一套给你们看看。完了，我不敢说，我帮你说。看到唐灿心情这么好，再加上又有尖尖的帮助，明月瞬间感觉不是那么慌了，并且为了壮胆，他还一口气喝下了一罐啤酒。如今一切就绪，就只需要尖尖开头，然后把事情讲出就行了。可让明月没想到的是，尖尖是把唐灿拉住了，只不过却将话语权又重新抛了回来。月亮有话跟你说。不是你帮我说吗？没有，你说了呀。我没说，你自己说。看到尖尖临时叛变，明月顿时气愤的不行，但事情都已经到这个地步，也只能硬着头皮讲出真相了，并且按照唐灿的性格，明月猜测一顿骂是逃不了的。可结果却并不像他想的那般。唐灿听了过后异常的淡定，原来在之前唐灿就曾无意间看见了庄北学长的手机背景，知道了他喜欢的是明月。我喜欢的人喜欢月亮，月亮喜欢的人喜欢李尖尖，合计着我才是这个家里的最底层。我不是蝴蝶，我只是长得像蝴蝶，我顶多就是一只蛾子，看见光我就不得啪吧唧掉了。女孩这天正在逛街呢，打算给男朋友买一双鞋，突然就接到了闺蜜打来的电话，并且一听声音，那种无力脆弱的感觉，女孩立刻明白闺蜜一定是遭遇到打击了，于是连忙放下手头的事，飞速赶到了咖啡厅。而经过与两人的对话，女孩了解到闺蜜唐灿今天本来是信心满满的去参加试镜的，并且为了这次机会，她还特意花重金置办了几身衣服。可谁曾想，到了那里过后，唐灿才知晓，本次招的根本不是什么女一女二，而是替身演员。要知道，唐灿作为童星，虽然没有小时候那么火了，但之前最差也是特邀呀。没想到现在居然沦落成了替身，这种巨大的差距感，让女孩听了都不忍心。想哭就哭吧，别憋着。可能是打击太大了，我反而不想哭。说说你吧，
你这种优秀员工怎么翘班啊？要说唐灿的烦恼主要来源于工作，而明月的困惑则就源于家庭，因为觉得自己的想法总是最领先的。明月母亲在发现小区对面开了一个新楼盘后，瞬间来了兴趣，悄悄地瞒着明月和他的父亲，交了20万的定金首付。但这还不是最困难的，往后30年每个月1万的还款，才是让明月头疼不已，并且他的家庭一直不算特别富裕。这波操作彻底掏空过后，今后假如遇上个什么突发事件，那才是根本没办法了。再加上庄北学长的穷追不舍，双重打击之下，明月也抵挡不住，第一次选择了逃班。现在就觉得我被裹在一个茧里。你妈每吐出一根丝你不扯断，日积月累，你就被裹住了，出不来了。其实唐灿说的这些，明月早就知道了，但一想到母亲的这一生，就一直围着他和父亲转了，把将两人照顾好当做他的事业，这种奉献也让明月很多时候没办法去拒绝。而尖尖那边顿时也想到了自己的父亲，因为从小缺失母爱，父亲便又当爹又当妈的，好不容易把尖尖拉扯大，有了自己的思想。尖尖又觉得父亲总是给自己发语音，看起来太过麻烦，要求以后的内容全部得手写。可父亲年纪大了以后，经常看不清楚，这不有时候尖尖发来一条消息，父亲就得停下手里的活，戴上老花眼镜才回复得了。而这些尖尖一直都不知道，直到有次回家刚好撞见才知晓，顿时后悔的不行。那一刻我就觉得完了。姐妹们，快来帮我丢一下东西。什么东西啊？没用的衣服，还好以前搬家的时候这些编织袋没丢，差点还不够用呢。快走！女孩的闺蜜是一个童星演员，在上高中的时候片约不断，可如今长大后名气却消减了很多，经常几个月没有剧组邀请。但这天闺蜜却突然接到了目前最火导演的电话，说有个角色特别适合她。此等好消息瞬间把闺蜜高兴坏了，连忙开始准备，甚至于还狠心买了几身好衣服。可就当她满怀着期待去参加面试时，才发现导演所说的角色居然只是替身，就连一个正面的镜头都没有。要知道闺蜜虽然名气比小时候差了很多，但之前最少也是10几天的特邀，如此大的落差让闺蜜瞬间绷不住了，连忙找到女孩倾诉。而女孩不愧是大家的开心果和加油站，在她的安慰之下，闺蜜又重新恢复了信心，并且经过刚才的对话，闺蜜也想清楚了，演员这条道路如今是不适合她了，所以还不如接受家里推荐的博物馆解说的工作，把以前的衣服全扔了。你全都扔了？跑腿店我不做了，我也正式放弃做演员了。刚给我爸打电话，明天我去博物馆面试一下解说员，用不了这么多衣服。你真不做演员了？身为唐灿最好的闺蜜，尖尖是清楚她对演员这个行业的执念的。当初为了能够磨练演技，这么漂亮的她都甘愿去做跑腿店，如今却说要放弃了，还要把这些价值不菲的衣服全扔了。尖尖真担心唐灿是一时冲动，所以连忙劝阻，让唐灿一定要思考清楚了再做决定。而唐灿那边也明白尖尖的担心，可这一次他彻底想明白了，人在不同的时间段就该做不同时间段的事。再说了，博物馆解说员也没什么不好的，所以他让尖尖两人放心，这次不是冲动行事。而在看到了唐灿的决心后，尖尖也没有再说什么，默默选择了支持，还去叫自己的2个哥哥过来帮忙搬运。你要是后悔了，我还可以帮你扛回去，毕竟这都是钱。灿姐太厉害了，我还以为她真要扛回去。对呀，这可是都他的命啊！看到唐灿丝毫没有犹豫转身离开的样子，尖尖等人瞬间都被惊呆了。由此可见，这次是真的下定决心了。一想到今后又是一个新的唐灿，众人都替他感到高兴。哥，你怎么过来了？我睡不着，我可不可以跟你一起睡？不行。你别那么小气嘛，我就睡一晚上。自从女孩和大哥在一起谈恋爱过后，两人就甜蜜的不行，不仅每天要一路上班一路下班，在走路的过程中还要做游戏，这种卿卿我我的画面仿佛是又回到了小时候。可这天正当两人开心的往家赶时，却突然在门口看见了大哥远在新加坡的妈妈与妹妹。要知道大哥当初被迫离开9年，就是得照顾瘫痪在床的妈妈，而庆幸的是在他的细心照料下，妈妈后面总算能自我行动了，大哥便想到了回到女孩的身旁。可这离开还没多长时间呢，妈妈居然带着妹妹又追了过来，这种强行纠缠的感觉让大哥很难受，场面顿时显得有些尴尬。而女孩可能也考虑到了这点，连忙送水果过来缓解氛围。尖尖吧，阿姨来，快进来。不用，你们聊着。哎，别，进来。
来，李晓，别站在门口堵着，让尖尖进来。来。对于陈婷阿姨，尖尖其实是恐惧的，毕竟小时候她暴躁的形象给尖尖带来了不少的阴影。但考虑如今已经和凌霄在一起了，就算以后几人分隔两地，也还是有要接触的机会，所以最终尖尖还是走了进去。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与当初动不动就发火的状态不同，如今的陈婷阿姨完全变成了一个嘘寒问暖的长辈，拉着尖尖的手，又是夸她漂亮，又是打算邀请李爸和林爸等人一起来聚餐。这种样子搞得尖尖一时间都不知道该如何应对了，只能坐在一旁不停附和陪笑。而可能也是看出了场面比较尴尬，陈婷和小橙子没坐多久便离开了。你妈和你妹妹是想来帮你过生日吗？开心点，证明他们关心你啊。没不开心啊，你好严肃的，下一个。虽然凌霄嘴上说着没事，可尖尖是知道的，在过去的那9年里，陈婷阿姨就是她的噩梦。如今好不容易逃离了，却又再一次被追上。尖尖推测凌霄今晚肯定要失眠，所以贴心的她悄悄跑到了凌霄的房间，不顾反对要求两人一起睡。而小太阳不愧是小太阳，起先还恐慌到不行的凌霄，在抱着尖尖过后，心突然就静下来了，最终甜甜的睡了过去。可问题总归是要解决，再加上这次陈婷阿姨表面上并没有反对，所以尖尖认为凌霄也不要显得过于抗拒。哥，我觉得你还是抽时间带他们出去转一转吧。小橙子不是说想去逛逛，我就问同事，看看下午谁能给我换个班。因为我也不想你做我嫂子。不想就不想呗，你开心就好啊。我说我不喜欢你，我也没有很喜欢你呀。在经历了长达9年的分别过后，女孩总算和青梅竹马的邻居哥哥走到了一起，并且或许是这份爱情来得非常不容易，两人格外的珍惜，也格外的甜蜜，每天一起上班下班，在路上还要做游戏。可这份快乐还没有持续多久，就被突如其来的意外给打破了。大哥远在新加坡的母亲居然悄悄回到了国内。要知道当初大哥为了逃离，可是下了多大的决心，做了多大的努力，没想到现在母亲居然追过来了。大哥和女孩瞬间就慌了，但让他们没想到的是，见面过后母亲并没有提回去的事，反而显得格外通情达理，甚至于还让女孩邀请李爸和林爸一同参加过几天大哥的生日宴。如此友好的表现，难道是大哥母亲变好了吗？女孩顿时松了一口气，默默地等待生日宴的到来。谁知一切并不如同想象的那般美好，大哥母亲这次回来就不安好心，这不到了生日当天，他便派女儿去气小哥。多少钱？不用给钱，我请你喝。我是问蛋糕多少钱？蛋糕也不用钱。我妈说了，必须要给，毕竟你是做生意。多少钱？那你回去告诉一下你妈，我给凌霄做蛋糕不用钱。明明知道凌霄、尖子秋3人从小一起长大，关系就像亲兄妹那般，陈婷还非要小橙子付蛋糕钱，为的就是利用此来破坏3人之间的感情，让子秋知道他们不是亲人，该分的要分清。而他的目的也确实达到了。当看到小橙子强行付给的1000块钱时，子秋顿时气得不行，就连生日宴都没去参加。而眼见着第一步达成了，陈婷就又开始了她的作妖，在饭桌上先是卖惨般的颤颤巍巍站起来，接着又举起酒杯，说要感谢李爸这么多年来对凌霄的照顾与关心。可这些话前面说着让人感觉还行，但到了后面逐渐就开始变味了。哎呀，别跟我说谢，我这些年也把凌霄当自己儿子。当自己儿子，毕竟不是真的自己儿子。陈婷知道，因为多年的养育之恩，再加上如今又和尖尖在一起了，凌霄一直就把李爸当作自己亲生父亲那般，但这种关系自然是陈婷不想看到的。所以趁着敬酒，陈婷就故意把两人并不是亲生父子的关系提了出来，为的就是让李爸摆清自己的身份。而他这边阴阳怪气，小橙子自然也不落下风。趁着洗手的时候，小橙子便向尖尖提出了，说母亲其实并不喜欢他，自己也不喜欢他，以后嫁过来也是受罪，不如早点知难而退。如此态度要搁以前，尖尖早就翻脸了，但自从这段时间以来，尖尖也成长了，最终忍了下去。只是送别后面对父亲的关心时，尖尖才彻底绷不住。你之前还说你陈婷对你挺好的呀，挺客气的嘛。人家对你客气，你就觉得人家对你好。你之前还说你陈婷对你挺好的呀，挺客气的嘛。人家对你客气，你就觉得人家对你好。女孩和从小一起长大的哥哥谈恋爱了，按道理说以他的人品和长相，父亲应该很开心才对。但当得知了消息过后，父亲的脸上却一点笑容都没有。
全因大哥有个很难缠的妈，当初就束缚了他9年的时间，如今好不容易回来了，这个妈居然又从新加坡追了过来，还说是要给大哥举办什么生日宴。这种操作一看就没安好心。果不其然，在生日当天，大哥妈先是通过派女儿去送蛋糕钱，挑拨了女孩3兄妹的关系，让小哥气到宴会都不来参加了。接着又在饭桌上虚伪的感谢李爸一番，实则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说出那句毕竟不是亲生的。这阴阳怪气的表现，把气氛搞得极其尴尬，女孩都忍不住去到厕所透气。谁知有其母必有其女，在洗手的时候，大哥的小妹也在那边出言嘲讽：“你跟我哥在谈恋爱？你不是看见我们牵着手了吗？牵手才不算谈恋爱，你们到底是不是？是，我们是在谈，谈了也白谈，反正我妈不喜欢你。”小橙子如此尖酸的言语，要搁以前尖尖肯定忍不住当场发火。但在经历了和凌霄的这几番事情过后，尖尖突然发现自己也好像进入到了大人的世界，而通往这个世界的钥匙叫做忍耐。所以尖尖最终还是冷静了下来。可这好不容易才调整好的情绪，却在即将离开时，被父亲几句关心的话给瞬间触动到了，眼泪顿时在尖尖的眼眶中打转，但又不想让父亲看到自己难过的样子，尖尖只好连忙找借口离开。而另一边，对于今天母亲陈婷的所作所为，凌霄全都看在眼里。他非常清楚，母亲这次回来就是打算捣乱的，可对此他却没有什么办法。一想到好好的生日搞成这个样子，凌霄整个人都颓皮的不行，回到家就打算睡了。谁知当他刚走进门时，尖尖和子秋抱着蛋糕突然出现了。原来两人并没有生他的气，而是在准备惊喜。先许愿，许个愿。来，许的第一个愿望必须是我发财啊！来，好，1愿祝子秋发财，2愿全家健康，3愿全家平安。即使陈婷各种挑拨，但凌霄心里却非常清楚，尖尖和子秋就是自己的家人。所以当看到两人给自己准备的惊喜时，刚才那些烦恼的事情瞬间就被凌霄给抛之脑后了。而虽然此刻的蛋糕并不是很大，也没有豪华的菜品，可凌霄觉得与喜欢的爱人和亲密的兄弟在一起，相互之间打闹嬉戏，这种氛围胜过一切，用金钱无法衡量。我弟果然是贺梅阿姨生的，都是自作主张闷声做大事的人。这还闷声做大事？这是闷声做大死。像你们这样人把人气死人的世界上居然有2个。在男孩很小的时候，母亲就离开他远走打工，说是赚到了钱就回来，结果一去就没了音信。是在养父的照料下，男孩才健康长大，所以他的脑海中不仅充满了对养父的感激，同时对于亲生母亲也有着许多憎恨。这不，即使20多年过去了，母亲又重新回来了，男孩却一点想要认回她的想法都没有，甚至于男孩觉得二姨才是自己的亲人。这不，二姨夫生病了，男孩又是给钱又是帮忙照顾，其用心程度远远超过对母亲。可这天男孩去医院送完饭过后，二姨却一把将他拉住了。二姨总是劝你好好孝敬你爸，把你妈给忘了，但是你要知道，对于那个时候的你来说，那是最好的，那也是你妈妈的心愿。说1000道1万，小时候被母亲抛弃的痛苦，子秋永远都忘不了。要知道那时候他天天盼着母亲回来，结果根本没有消息。所以当二姨劝子秋不要记恨母亲时，子秋完全听不进去。而见此情况，二姨也着急了，她生怕子秋真的下定决心忘记，所以一时嘴快，竟然将隐藏了多年的真相说了出来。当他决定把你丢给你爸养的时候，我去牢里看，他那眼睛哭的肿得跟桃子一样，想你想的每天都给你写信，都不敢寄出。母亲坐牢的事情，子秋从来就没有听说过，所以当二姨提出来时，子秋瞬间就被惊得呆住了，连忙拉住二姨，让她把话说得清楚。原来母亲当年去到深圳后，确实找了一个不错的美容院工作，正打算存上一笔钱，就回老家把子秋带过来。谁知这天他们店里突然来了一个闹事的顾客，母亲身为局外人，本来和他没关系的，但热心肠的他上前劝架，却不小心失了手，把顾客推倒到了地上，头磕在台阶上去世了。母亲因此过失杀人被判了4年，后面又担心自己有案底影响到子秋的前途，所以才选择将事情隐瞒，一直没有回来。而这么多年过去，子秋现在才知道事情的真相，情绪崩溃的他瞬间憋不住了，一个人跑了出去。眼见要出大事，二姨连忙将消息告诉给了李爸，让尖尖和凌霄出去找子秋。我都说了我没事了，你们还过来干什么？我们不是怕你跳海吗？爸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你都吓死我了。这个贺梅阿姨真的是太过分了，是不是？
虽然被欺骗隐瞒了这么多年，但子秋这次却反而不怪母亲了，因为按照当时的那个情况来说，彻底消失就是最好的结果。而且子秋从小到大一直的执念就是母亲觉得自己是累赘，所以抛弃。如今知道了并不是因为此，子秋心里瞬间释怀了许多。再加上他还有着尖尖与凌霄这两个时刻关心着他的兄妹，顿时感觉身旁的爱其实一直都不少。你是不是从小就喜欢凌霄？从小就自打我认识你那天开始，你就喜欢追在凌霄屁股后边跑，整天做什么坏事都想着我，就怕他知道啊，也不打他也不凶他，你就只知道打我凶我。自从妹妹在大哥与自己之间选择了和大哥谈恋爱过后，男孩就经常反思到底是为什么呢？他到底是差在哪一点了呢？而当今天看到大哥只是一句话就让妹妹闭嘴不吵闹时，男孩终于明白，原来结果从小就注定了。因为那个时候妹妹总是追在大哥后面跑，什么事情都听大哥的，做了坏事还偷偷摸摸的不敢告诉给大哥，而对待自己结果就差得多了，不仅经常被打被凶，还要背黑锅。这种差别式的待遇让男孩判定妹妹肯定从小就喜欢大哥。没有，那个时候就不是那种喜欢，就是喜欢在一起。喜欢在一起有区别吗？没有区别吗？看着凌霄这副得了便宜还卖乖的样子，子秋真是嫉妒的不行，不由嘲讽两人秀恩爱恶心。而整蛊子秋一向是尖尖最为拿手的，所以既然觉得恶心，那么就要恶心到底。尖尖直接把自己的鞋子脱了下来，放在子秋的脸上让他闻。如此操作，子秋瞬间就不能忍了，一把抢过鞋子，追得尖尖到处跑。三人这般打打闹闹的样子，仿佛就像回到了小时候那般无忧无虑。子秋受伤的心也在此刻得到了治愈。回去后第一次在李爸面前袒露了对于母亲小时候抛弃自己的看法，表示过去的就当是过去了，如今大家都生活的挺好，没必要非去强行认亲来改变什么。而对于子秋这样的想法，李爸也选择了支持。在他的心里，子秋只要将心结打开，结果就是最好的了。另一边，当看到小哥重新振作起来后，尖尖和凌霄也感到很开心，不禁又腻歪到了一起。只不过当两人搂得正甜蜜时，房门却突然打开了。林爸，你回来啦！那个刚才我路过面馆，看见你爸跟子秋在那说话，我就没进去。子秋还好吧？好，他还好得很。对于两人谈恋爱的事情，林爸其实也早都知道了，并且要说是尖尖来做他的儿媳妇，林爸那是100个满意。所以心情激动的他进来后也不知道聊点什么，只能来了个360度关心，啰嗦的样子让凌霄最后都憋不住了，连忙提醒。而自知打扰了两人甜蜜的时刻，林爸也顿时反应了过来，找个借口就离开了，空间立马就交到了尖尖两人手上。只不过这边氛围还没重新调度起来呢，凌霄的一句话瞬间就把尖尖给惊到了。我们结婚吧。你说他怎么能这样啊？他居然少填了一张答题卡，他怎么那么大的胆子啊？你这要是没够1本线怎么办？怎么办？女孩从来没有想到过，一向乖巧听话的闺蜜居然敢在高考的时候少填一张答题卡，要知道那可是几十分啊。而她之所以这么做，全因母亲逼得太紧了。原来闺蜜的母亲是一个全职妈妈，所以从小全部的精力就都放在了闺蜜身上。读书时指定专业指定学校，工作后又安排考公安排买房，可这一切都不是闺蜜想要的人生轨迹。所以为了表示抗拒，她干脆把户口本藏了起来。但让她没想到的是，母亲在家里找不到，居然又跑到了她居住的公寓里面来。可这些情况闺蜜早已经预料到了，直接把户口本放到了公司里，导致母亲把房间翻了个底朝天都没有发现。但正所谓百密必有一疏，闺蜜虽然把户口本藏起来了，却忘记了母亲要求的复习资料，最终还是被抓到了把柄。你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你到底有没有背书？说话！我不想考公务员。明月从小到大从来就没有忤逆过母亲的意愿，所以这次悄悄摸摸的瞒着不复习，让母亲瞬间就被气炸了，上前就想要动手，还好被尖尖和唐灿拦了下来。而眼见着事情已经发展到了这个地步，明月索性也就不装了，表示自己从来就不想考公务员，她真正的目标是当一名记者，并且明月还打算去北京学习2年。如此有志向的精神，要搁别的家长肯定同意，但母亲在听了过后，不仅不支持，反而疯狂泼冷水，甚至于有些话已经到了羞辱的程度。这么好的机会会留给你，你也不动你那个脑子好好想一想。北京人才济济的，你比别人强在哪儿？我不比别人强，但是我也不比别人差。
在母亲的眼中，明月一直都是那个没有主见、天赋一般的普通女孩，只有通过自己的安排才能过好人生。可实际情况并不是如此。明月从小学开始成绩就没有跌落过前5，大学4年年年都拿奖学金，工作后也一直都是单位里面评选的优秀员工。这种情况之下，明月并不觉得自己就比别人差，所以为了梦想，她打算去拼一把。即使失败后头破血流也心甘情愿。可对于明月自认为的优秀，母亲却并不赞同。她觉得明月的心理素质在哪里都不会成功的，就像那年高考一样，成绩比平时少了几十分，这种上不了大场面的人，去了北京也是炮灰。你知道为什么我高考比模拟考少考了50-60分？因为我故意少填了一张答题卡。撒谎，我当时没有别的办法。因为我知道，我只要分数线够了，你一定让我报政法大学，所以我选择了最蠢的办法。我们结婚吧。啊！女孩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才和大哥在一起了不到1个月，她居然就有了想要结婚的打算。所以当这个词汇从大哥口中说出时，女孩瞬间都愣住了，好一半天反应不过来。而大哥见氛围尴尬，也连忙岔开话题。可脸上的失落却掩饰不住，9年都等过来了，为什么如今在一起后大哥却这么着急呢？原来这全是有缘故的。大哥当初回来就是为了逃脱母亲掌控他的噩梦，和女孩幸福的在一起。但谁知好日子还没过上几天呢，母亲居然就从新加坡追了过来。所以这一次为了不再重回深渊，大哥就想着能赶快和女孩结婚，这样母亲就能回去了。可他这边八字还没有画上一篇呢，母亲那边就做了一个非常恐怖的决定。你们都在国内，我以后老了，万一出个什么事儿，你们还要飞新加坡，还不如我现在就回国呢。话是这么说没错，回来也可以。其实在凌霄的心里，他是100个不愿意母亲回来，毕竟那9年的照顾之苦，到如今都还一直折磨着凌霄，让他神经衰弱，晚上睡不着觉。但毕竟是亲生母亲，凌霄也不能拒绝，只好以小橙子要上高3为由，想让母亲再晚1年回来。这样的话，他应该也和尖尖结婚了，母亲回来后就改变不了什么呢？可谁知如此合理的要求，母亲居然不同意，还说什么寒假暑假居住，到上学的时候再飞回去，其目的就是想马上过来。这种穷追不舍的压迫感，让凌霄感觉气都快喘不过来了。而这时恰巧房门突然打开了，尖尖抱着一大堆东西走了进来。今天怎么回来了？我想着陈琳阿姨和小陈子要回新加坡了，我就买了点特产，然后寄错地址了，给我寄到工作室，我给搬回来了。在新加坡的那9年黑暗时光中，凌霄是一直想着尖尖才支撑了过来。如今母亲又想将他拉回地狱，甚至还要拆散2人，凌霄说什么也不同意。所以为了证明感情，凌霄也不管别的什么了，当着母亲和小橙子的面就直接亲吻了尖尖，目的就是想让母亲知道他们的感情是不可能拆散的。而结果也确实有一点用，母亲当场就被气跑了。只不过回国的主意还是没有改变，这顿时让凌霄很苦恼，心中压抑的情绪只有紧紧抱住尖尖时才能得到些许缓和。我妈在我们小区看了房子，她要回国定居。这么突然啊？因为早就想好了。那就定居呗。今天我就跟月亮睡。你今晚和我一起睡吧。不行。怎么了？你说怎么了？你们俩今晚要一块睡的话，我就打电话告诉我爸，跟他告状。女孩和青梅竹马的大哥谈恋爱，原本是皆大欢喜的场面，2人的父亲、闺蜜、朋友都很支持。可大哥还有个亲妹妹，在看到2人亲吻过后，强烈的表示不同意，甚至为了反抗，还离家出走了。但一想到他都那么大的人了，身上又有钱又有手机，按照正常逻辑来说，绝对不会出什么问题。所以大哥和女孩就没有选择出门去找，而是想借此机会来磨练一下妹妹，让她不要那么娇气。可让2人没想到的是，因为本来打算明天就回新加坡的，所以妹妹的护照都被母亲拿着在。如今2人又吵架了，妹妹不愿低头，又没有身份，就只能在酒店外的花园里坐着。谁知这时一个酒醉鬼走了过来，一下就扑到了妹妹怀里。眼见再这样下去绝对会出事，小哥及时赶来了，只用了几句话就将酒醉鬼给收拾明白。怎么回事？都已经晚上10点了，酒店不就在这儿吗？怎么不回去？我跟我妈吵架了，我证件都在她那儿，开不了花。喂，凌霄，你妹在我手上。要说这大晚上的，再让小橙子一个人待在外面也不安全，子秋就只好把她带了回去。而他们那边呢，又住的全是男生，不方便，没办法，只好给小橙子安排到了尖尖那边。可这边才逃离危险，
小橙子就又开始顽皮了起来。先是偷吃糖灿零食，接着又一股脑将几天的鱼饲料倒进明月的鱼缸里。这种混世魔王的捣蛋行为，气得糖灿两人咬牙切齿。只不过碍于尖尖的面子，最终忍了下来。而或许是尝到了甜头，小橙子越来越过分，当着子秋的面还说起了尖尖的坏话。对，李尖尖最可爱。对，我们家李尖尖最可爱。我就觉得他讨厌，而且他跟我哥肯定睡过了。小小年纪脑子里都想些什么呢？啊！再这么说，小心我揍你！正所谓一山更比一山高，恶人自有恶人磨。小橙子的这些叛逆行为，早就是子秋玩剩下的了，所以对付起他来，子秋那真可谓是手拿把掐，几句话就对得小橙子开不了口，甚至于还被子秋强行纠正不文明行为，乖乖的给明月打招呼叫姐姐。而另一边，对于小橙子闯下的这些祸，凌霄也非常清楚，他知道在这个过程中，尖尖受了不少委屈，铺床时不停地向尖尖道歉，可对此尖尖其实并没有放在心上，他觉得小橙子就是一个孩子。我倒觉得他某些方面跟你挺像的，那我就爱屋及乌好了。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去啊？不回去，我在这待到周末，然后就回新加坡。哦，欢送欢送，记得把我买的厦门特产带回去啊。我才不要，反正也不值钱。女孩和大哥原本恋爱谈得好好的，可没想到她远在新加坡的母亲和妹妹居然追了过来，并且还非要在两人居住的小区也租一套房，说是挨着住方便。这种强行绑定的行为让大哥很烦恼，着急之下与母亲吵了架，导致母亲气得跑回了酒店住，把妹妹交由他们照顾。而有其母必有其女，妹妹也不是一个善茬，住进公寓的第一晚就把女孩闺蜜的零食给吃了，还疯狂的投喂过量的鱼饲料，接着又背后悄悄地说女孩坏话。这种调皮捣蛋的行为，女孩都看在眼里，只不过想到是大哥的亲妹妹，而且年纪也还小，便大人不计小人过，选择了原谅。甚至于考虑到妹妹一个人在家无聊，女孩还热情地邀请她去自己工作室玩耍，但叛逆的妹妹根本不领情。要不这样吧，你跟我去我的木雕工作室，我的工作室在海边。我不要跟你。太感谢了。哎呀，那我就先走了。我要跟他去玩。尖尖没想到自己和凌霄都搞不定的小橙子，居然愿意跟着小哥一起出去玩，顿时高兴坏了。这样就没人干扰他和凌霄甜蜜的恋爱了。所以两人生怕小橙子会改变主意，在给子秋打完气后，便急忙的溜走。而正所谓一山更比一山高，小橙子的顽皮叛逆，尖尖两人解决不了，子秋却有的是办法。这不来到咖啡馆后，子秋干脆就直接开始忙起了店里的事，把小橙子晾在一边，让他自己看电视。眼见没得到想要关注的满足感，小橙子顿时又开始闹了起来，拿着杯子气冲冲地指挥子秋给他鲜榨果汁。这种傲娇的态度，子秋当然不惯着，立马回怼：你和大人就这么说话呀？一杯芒果汁。好。吴曼，你开店不做生意啊？我是老板，我说什么就是什么，谁让你这么没礼貌？在他学会好好说话之前，一杯水都不要给他。子秋强硬的态度让小橙子没有料到，所以吃瘪的他转身就想走。这种情况，子秋又怎么会如他所愿呢？立马提出，如果走出门的话，就给凌霄打电话，让他接回去。而别看小橙子调皮的不行，但要真麻烦哥哥的话，他也于心不忍，所以最终只能听子秋的留了下来，并且为了能续杯果汁，小橙子也乖乖的给子秋道了歉。对不起。对不起谁？子秋哥。看你的剧去吧。给我小妹妹找杯芒果汁。我给钱。吴曼。啊。小哥。哎呦，行，你也来接我呀？我来接她。哎，我说你赶紧把你妹弄走啊，她明天还要跟我去咖啡店，我这一天天帮你妈看孩子呢。自从把妹妹交由小哥带过后，女孩和大哥瞬间轻松了许多，不仅不用受气了，就连下班后也有时间一同散步回家。可他们两人是甜蜜了，小哥那边却苦不堪言。虽然他的手段很高超，妹妹每次耍脾气捣乱他都可以解决，但毕竟开着那么大一个店子呢，每天工作的事情操心的就够多了，如今还又要分心带孩子，小哥真的累到不行。所以在看到女孩两人回来过后，就连忙提出让他们把妹妹带走，并且小哥也是有理由的。妹妹身为一个高中生，如今正处于学习提升阶段，暑假不好好利用起来报个培训班什么的，太浪费时间了。他明年不就高考了吗？可以给他报一个绘画培训班啊！我看他也是不好好学习的样子。他成绩挺好的。建元。看着小橙子那副调皮叛逆的样子，子秋和尖尖还以为他成绩很差呢，没想到居然是个学霸。那这样的话，培训班也就算了，可如此漫长的暑假，不能就天天这样玩呀。
子秋和凌霄一边走一边商量对策，而另一边，在回到住的地方后，小橙子依旧感觉很无聊，所以便对电视机打起了主意。这不也不管唐灿正在追剧呢，小橙子过去就拿起遥控器换台，如此行为瞬间就把唐灿气炸了。但一想到她是凌霄的妹妹，最终还是忍了下来。等尖尖几人回来后，连忙上前告状。小大呼吸，橙子，跟我过来趟。什么态度的，连个姐姐都不叫。他明天到底走不走？估计不走。一听小橙子不走，唐灿瞬间都崩溃了。但此刻他突然想起，小橙子被叫过去了，那么电视是不是又可以看了？谁知他在沙发上翻找了好几遍，都没有发现遥控器的踪影。看来一定是小橙子过去的时候拿走了。这波唐灿心态是彻底崩了。而另一边，在商讨了一路过后，子秋和凌霄达成了一个决定，那就是让小橙子到店里面做一个服务员。这样的话，不仅能够解决暑假的空余时间，还能对小橙子起到锻炼的作用，整整就是一举两得。而小橙子因为不想回母亲那边，最终也只得答应。但也还真别说，虽然平时小橙子调皮捣蛋的，可在做起正事来也挺认真的。第一次给客人点单，即便手抖的不行，也还是坚持完成了任务。你拍我干嘛？给你哥报备，祝你首次收银成功。那你拍的好看吗？我表情好，你加个滤镜来吧。站在我的角度上来看，你跟我哥是成不了的，所以千万别睡，睡了以后遇到一起就尴尬了。我妈是绝对不会同意你们两个在一起的。好啊，让你妈拿个500万，我就离开他儿子。自从女孩和大哥谈恋爱开始，就一直遭到他母亲的阻拦。起先女孩还以为是大哥母亲不了解自己，想着以后多好好表现就行了。可谁知这天妹妹回来后才告知，她母亲心里其实对女孩早就有很深的成见了。就拿当初大哥学业完成后，其实一家人就可以回到国内的，毕竟亲戚朋友都在这边，走动起来也方便。但为了避免大哥和女孩见面，母亲硬是强留着两人又在新加坡居住了5年，如今实在拦不住了，才选择回来。可就从此事就可以看出，母亲对于两人感情反对的强烈态度。我哥是不可能斗过我妈的，以前斗不过，现在也斗不过，我当然也不行，就因为她是我们的妈。其实当初选择和大哥在一起时，尖尖就明白这条路一定很艰辛。可今天从小橙子口中了解到了具体情况过后，尖尖才知道前面的那些刁难还只是九牛一毛，困难的问题都还在后面。而且这人倒霉起来了，真是喝凉水都塞牙缝。尖尖这边不仅感情上受挫，事业方面也出现了问题。他们工作室之前火爆出圈的作品《三小无猜》，竟然被同门的师兄给登报说抄袭了。但这种情况又怎么可能呢？毕竟这个主题说的就是尖尖和子秋凌霄3兄妹的故事。身为作品的当事人，尖尖是最清楚原创的了。这个设计灵感本来就是尖尖他们3兄妹的照片，好不好？那要有证据啊，倒还行。我给他打个电话。作为同一导师手下的学生，尖尖一直都是相信师兄的，所以当初师兄来做客时，尖尖才愿意把初稿给他看。谁知如今居然做出如此不要脸、抄袭还反咬一口的事，尖尖顿时就怒了，想要打电话找师兄问个清楚。可当拨通过去后，却根本没人接。看来结果已经很清楚了，自己就是被师兄给坑了。尖尖顿时感觉脑袋一片混乱，工作室1秒也待不下去了，只想回家。可就当他走到家门口时，却刚巧撞见了大哥的母亲陈婷。想到自己和大哥感情的事，尖尖还是想好好表现一下的，于是强撑着难过的心情，帮陈婷阿姨和舅妈又是切水果又是开空调。但谁知换来的却是一顿嘲讽。不知道我们家凌霄啊，以前被和平总送到邻居家去，吃吃喝喝的，就知道每个月给邻居家钱，结果在谁家就向着谁，都快变成他们家。这李尖尖家算是赚大了。都是我的错，行了吧？你没错，都是我错。你讨厌你妈有什么错呀？你把心思都用在你爸爸身上，甚至用在邻居身上。他们疼我。女孩最好的作品《三小无猜》被同门师兄指责抄袭，但这又怎么可能呢？这个作品是女孩根据大哥、小哥他们3兄妹创作出来的，此等经历绝不会有相同，所以唯一的结果就是真正抄袭的人是师兄，并且为了不暴露，他还恶人先告状。一想到这，女孩就感到心里难过，上班的心情都没有了，拿着包颓废的打算回家休息。谁知当走到家门口时，刚巧撞见了大哥的母亲。要知道如今女孩正在和大哥谈恋爱，所以她的母亲就很有可能是自己未来的婆婆。现在借着这个机会，女孩就想着好好表现一下，又是开空调又是端茶递水的。谁知她做的这一切，大哥母亲根本不领情，反而在那边阴阳怪气。
这些态度女孩都看在眼里，又加上遭师兄背刺的经历，回到房间后女孩彻底绷不住了，躺在沙发上就哭起来。而这时大哥刚巧赶回来，看到了这一幕。哥，你怎么突然回来了？他们在我家，在家待着，别过来。因为太过于清楚母亲的性格了，所以当看到尖尖脸上残留的泪痕时，凌霄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尖尖被欺负，气愤的情绪瞬间到达了顶端，立马冲过去对着母亲质问起来。而陈婷本就不喜欢尖尖，如今又看到凌霄为了她出头，心中一股醋味涌了上来，便当众说起了尖尖的坏话。这些刺耳的词汇，凌霄在之前的9年中听了无数遍，但因为陈婷母亲的身份，凌霄最终都忍了下来。可如今落到尖尖头上，凌霄100个不愿意，于是直接开喷。另一边，情绪缓和过来的尖尖顿时反应过来，他知道凌霄那么急忙的跑过去一定是误会了，于是赶紧过去想要劝解。可事情都已经到这个阶段了，解释已经解释不清了。凌霄和母亲陈婷越吵越激烈，最终也只能闹得不欢而散。对不起，真不是因为你妈。以后你见到他，有多远躲多远。我觉得他以后会更讨厌我。经历了这一番事，尖尖也明白，要想让陈婷阿姨喜欢上他，几乎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所以改变不了，那还不如不想。并且此刻烦恼尖尖的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师兄抄袭的事情。其实只要能够拿出当初自己和小哥凌霄3兄妹的照片，就能证明作品的原创权。可因为过去的时间太久了，尖尖手里保存的那张已经不见了，而凌霄那边也说是不知道放哪了。如今唯一的希望就只有小哥子秋了。于是为了尽快得到答案，两人急忙赶到了子秋的咖啡店里。谁知询问过后才知道，子秋的也不见了。我刚去国外的时候，在赵豪刚家住过几个月，当时走的比较匆忙，很多东西都没买，也不知道他扔了扔。哎，要是别人说我抄袭，说我不配做木雕，你怎么想？放他的千年臭屁！你怎么可能抄袭啊？那木头在你手里边就跟橡皮泥一样，你这只小手天生就是应该握成木头的。女孩最好的木雕作品竟然被同门师兄指责抄袭，并且还将消息发到了网上，导致不明是非的网友全都来骂女孩。而女孩呢，因为找不到当初引发创作灵感的那张照片，无法证明作品的原创性，只能被迫忍受攻击。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女孩的心情很是低迷，连早餐都不想弄了，打算随便吃点快餐糊弄过去就行。可没想到的是，吃饭时闺蜜竟然比她还不在状态，问出的问题回复过来也是驴头不对马嘴，这个样子一看就是藏有心事。而根据多年以来相处对闺蜜的了解，女孩瞬间就想到了答案。你想去演戏啦？你怎么知道？你肯定会回去演戏的，博物馆你怎么可能待得住啊？只是我没想到你这么沉不住气的。与自己热爱雕塑一样，唐灿对演戏的着迷程度，尖尖也是十分认可的。所以自从唐灿当初打算去博物馆工作，尖尖就知道他一定会回归。再加上这次不论是剧本还是角色，都特别的适合唐灿，故此尖尖也很支持他。并且尖尖的心里也有疑问，那就是如今到处都在说自己抄袭，那么唐灿身为闺蜜对此是怎么看的呢？而结果让尖尖很满意。身为最好的朋友，唐灿一直都是相信尖尖的，所以那些抄袭的谣言，唐灿根本没有放在眼里。在他的心目中，尖尖就是最好的雕塑家，同时在尖尖的心目中，唐灿也是最好的演员。这种难能可贵的闺蜜情谊，让两人的内心中都充满了信心。尖尖也不再拉着个脸了，主动去叫小橙子吃饭。但让他没想到的是，一向调皮叛逆的橙子今天居然悄悄准备了惊喜。我看你工作台上的那副耳机，里面电线都露出来了，长期用耳机对听力不好。我昨天下班后给你买了个桌面音箱。起初因为对尖尖的不了解和害怕失去哥哥的宠爱，小橙子一直都对尖尖怀有敌意，经常两人对着干。但在经历了这段时间的相处，以及子秋的开导之下，小橙子慢慢发现了尖尖其实是很关心自己的。这种从未有过的姐姐感，让小橙子那颗叛逆的心逐渐被融化。所以一想到今天就要搬家了，小橙子不光把尖尖的房间好好的打扫了一遍，还准备了音响作为礼物。并且对于小时候诬陷尖尖的那件事，小橙子也想到趁着这个机会好好道个歉。小时候我对你态度不好，对不起。你什么时候态度不好？天哪，什么时候的事了你还记着？你做梦刚醒吧你？我还能跟你这种小屁孩记仇？吃饭。如果我爸跟贺美阿姨结婚了，咱们全家就在一个户口本上了。怎么了？你不同意啊？也不是不同意，他以前不是甩过爸吗？这都过了20多年了，他再甩爸一次怎么办？历经了20年的岁月，女孩的父亲居然和小哥的母亲又阴差阳错走到了一起。
并且这段日子里俩人不仅一起逛街，一起买菜，甚至明天还打算去书店约会。如此快的进度，眼看就是要好事将近啊，顿时把女孩高兴坏了。因为他们俩人假如领证的话，小哥想要在一个户口本上的愿望就能达成了。可相较于女孩的激动，小哥那边就显得有些顾虑了。也来考虑到当初母亲曾经甩过李爸，如今虽然两人又在一起了，但也保不齐分手的事情会再次发生。那样的话，不仅李爸会受伤，自己和女孩的兄妹感情也会受到影响。所以思虑再三过后，女孩决定明天悄悄跟去书店，看看李爸到底是怎么约会的。不行，算了，我明天自己干这一票。我告诉你别去，不走就后厨洗碗去吧。爸，再见。因为是秘密行动，所以尖尖和子秋都不想让李爸发现，赶紧趁机就溜走了。而到了第二天，李爸一大早就起来收拾了，不仅用剪刀将头发梳理得利利索索，还特意擦上了润肤膏，整个人顿时就年轻了10岁。由此也可以看出李爸对于这次约会的重视程度，并且为了体现绅士风度，尽管外面的天气很热，李爸也始终在商场门口等候，为的就是能在贺梅来时第一眼就看到。而他的这些体贴行为，贺梅都看在眼里，瞬间那种幸福的感觉，就好像回到了20多岁的小姑娘一般。这些都是吃的啊？不，那个烹饪的。对。其实你可以学着煲汤啊，煲汤简单，而且子秋也爱喝汤。不愧是为人父母，即使两人在谈恋爱，但聊的话题也往往是带有孩子的。可就是这样平平淡淡的关切，才是贺梅最喜欢李爸的，因为他认为幸福就是要家长里短，而李爸能从小照顾好3个孩子长大，并且每个人如今都非常优秀，那在夫妻的生活当中，李爸也一定会是一个好丈夫。可俩人这边眉来眼去，算是聊得火热，却从没发现过后面的书架旁还藏着2个人。吓死我了！差不多得了，我也比他们俩装的多尴尬呀。看到父亲与贺梅阿姨相处的这么甜，尖尖算是彻底磕上头了，非要跟过去再看看两人后续还会有什么暧昧的动作。而子秋则是打算见好就收了，毕竟他和母亲关系虽说缓和了不少，可还没有到能够无话不谈的程度，所以假如真的被撞见了，那该多尴尬呀。但尖尖打死也不走，没办法，两人直接在书店中拉扯了起来，谁知一个不小心就撞到了后面的人。对不起对不起。至于吗？就逛个书店而已啊。这不是逛书店，这是约会啊！咱爸约会你不开心啊？只要他俩一结婚，咱俩就有名分了。哎呀！自从得知了自己的父亲在和小哥的母亲谈恋爱过后，女孩就操心的不行，因为两人在20年前就曾在一起过，但由于某些原因，小哥的母亲将女孩的父亲给甩了，所以如今再次相遇，女孩就担心分手的事情继续发生，那样的话不仅父亲的内心会受到伤害，自己和小哥的感情也会有影响。故此思虑再三过后，女孩与小哥决定明天偷偷跟踪李爸，看看他们到底是怎么交往的。而由于藏匿的比较好，女孩和小哥从头到尾都没有被发现，并且他们也看到了李爸和贺梅阿姨相处的非常好，甚至甜的都有些腻了。这种美好的场面让女孩瞬间磕上了头，说什么也要再看一下，就和小哥在书店内拉扯了起来。谁知一个不小心撞到了人，小哥正打算说抱歉呢，转过头才发现暴露了。啊，你也在啊？好巧啊！缘分啊！就这样，原本应该是李爸与贺梅阿姨两人的约会，如今瞬间变成了4人家庭聚餐。而本就羞涩的李爸，在当着尖尖和子秋的面前，顿时变得更加不好意思了，聊天都不知道说些什么，只能尴尬得点评起了饭店的菜。可看着尖尖一副吃瓜的样子，李爸知道不说明情况的话，回去消息就得传遍整个街坊，没办法，只好解释他和贺梅今天是出来看菜谱的，并不是什么约会。而尖尖也明白了，再逼下去父亲肯定要崩溃，所以正打算顺着这个结果说呢，谁知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阿姨，那个我们其实没有认为你们是在约会哦，我们是在约会。要说女人勇敢起来了，真是男人比不了。李爸那边支支吾吾的不行，而反观贺梅这边，直接大方的承认了两人的关系，甚至于还勇敢的询问起了尖尖和子秋的意见。那结果自然不用谈，对于父亲谈恋爱，尖尖是100个支持，更别说两人如果真的结婚了，自己和小哥就能在一个户口本上了，如此结局不是皆大欢喜吗？我天天为他终身大事，真的是操碎了我的心呐！一会儿这个不喜欢，那个又不行的。你说一个50岁的人了，他还不抓紧找对象结婚的话，那再等个20-30年就得办冥婚了。
瞎说什么呢？神经！这件事情呢，与我们家娟娟无关，违约呢是你自己的责任，自己的责任呢就应该自己来承担，不要连累其他无关的人。你这么着急把我叫过来，就是让我听这个？有些话还是得当着你的面说清楚。女孩从没想到过，自己最好的木雕作品三小无猜，竟然会被同门的师兄指责抄袭。要知道这怎么可能呢？当初创作这个作品时，女孩的灵感来自于和大哥小哥从小一起成长的经历，这种情况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所以女孩拥有着绝对的原创自信。但奈何师兄已经在木雕圈内摸爬滚打多年了，有着不小的名气，导致那些不明真相的网友都觉得女孩才是那个抄袭者，于是全都跑到女孩的微博底下辱骂评论，其中的词汇简直不堪入目。而女孩也想证明自己，可唯一能够作为原创证据的照片已经被女孩弄丢了，大哥那里也没有，最后的希望全都寄予在小哥身上。谁知当初留学时，小哥把照片放到了生父家中，一时半会儿还拿不到，局面顿时陷入了瓶颈，并且人倒霉起来了还真是祸事不断。这天女孩来到工作室，手底下的员工居然造起了反。周淼，你怎么看？我觉得吧，抄了就抄了，无所谓，以后别抄了就行了。李老板这么有才华，以后肯定能创造出更好的作品。对于这个软饭男周淼的意见，其实尖尖并不在意，他主要关心的是相处合作这么多年师姐娟娟的看法。如果就连师姐也觉得自己真的抄袭了，要想将所有违约赔偿的锅都甩过来，那尖尖才是彻底失望了。但好在是结局并没有走向最坏的那条路，即使知道如今工作室已经陷入了巨大的危机，可师姐依然的选择与尖尖站在了同一个方向，并且还鼓足勇气说出了那句分手。你在跟我开玩笑吧？而且我也正式通知你，我们分手，我送你的东西你都不用还了，请你现在立刻马上收拾你的东西给我滚蛋，我再也不要见到你，也请闭上你的狗嘴，不要再说出任何一句污蔑李尖尖的话。之前因为喜欢，师姐包容了周淼很多，她的那些好吃懒做、坑蒙拐骗的行为，师姐都是看在眼里，但却选择了忍让。可如今周淼居然说起了尖尖的坏话，还挑拨两人多年的关系，这师姐顿时忍不了了，果断提出了分手，让周淼立刻滚蛋。而看到师姐终于做出了对的选择，尖尖替她开心的不行。可虽说内部矛盾解决了，但抄袭的风波依然还存在，尖尖和师姐都头疼的不行，完全没有了往日的活力。就连郑舒然来做客，两人也没有反应。谁知接下来就听到了天大的好消息。你们还是赶紧去看看吧，我可是熬夜通宵在找他的黑料，你们两个不看，我不白忙活了。这一次真的要把凌霄交给你了，你们要互相好好照顾。哦，您放心，我保证让他幸福。自从女孩开始和大哥谈恋爱过后，就一直遭到大哥母亲的针对，无论女孩多么认真努力的去表现，可在陈婷的眼中都是那么一文不值。甚至于为了拆散尖尖和凌霄，陈婷还特意隐瞒了搬家宴的情况，将凌霄的女同事邀请到了家中，想要通过母亲的身份来强行安排婚事。这种情况凌霄自然100个不同意，他之所以回到国内就是为了尖尖，如今母亲不仅不支持，反而还各种下绊脚阻拦，凌霄是彻底忍不了了，也不管什么母子情谊，直接冲了出去。另一边，从明月的口中，尖尖也了解到了自己男朋友的搬家宴，他没被邀请，反而是凌霄的女同事冯西西去了。这种赤裸裸的排挤，让身为闺蜜的明月和唐灿都看不下去了。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呀？你说现在谁家父母不希望孩子找个知根知底的对象？你老公还是在你家长大的，他怎么就这么……对于陈婷这种折磨尖尖的操作，唐灿和明月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这还没结婚呢，婆媳关系就这么难处，以后结了婚那不得天天闹呀。可尖尖对此也没有办法，他是真正的喜欢和爱凌霄，所以不愿意遇到困难就放弃，只希望后面能船到桥头自然直了。而看到凌霄不接受自己的掌控，竟然敢跑出去，陈婷又开始了传统套路，疯狂电话骚扰。只不过这次面对他的不再是心软的凌霄了。凌爸在接通电话后，直言不讳地责骂了起来：你能不能不逼他了？你看看你把儿子都逼成什么样了，他照顾你这么多年，我求你了，对他好点儿。这么多年以来，就因陈婷强烈的控制欲，折磨的凌霄苦不堪言，年纪轻轻就患上了严重失眠和焦虑症。如此情况，凌爸再见了过后是心痛的不行，所以他祈求着陈婷不要再压迫凌霄了。而陈婷在听了这番话后，也明白了自己的恶劣行为，可他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去弥补，
反而是逃避。第二天一大早，尖尖和凌霄正在讨论后面该如何应对呢，就听见小橙子疯狂的敲门声。妈不见了，这是他留下的遗书。虽说凌霄很讨厌母亲当初的那些过分行为，可如今一听他出事了，凌霄还是瞬间紧张了起来，连忙跑出门寻找。好在是幸运女神眷顾，陈婷在跳海后第一时间就被2个钓鱼的大哥发现了，给他救了上来。经过医治后脱离了生命危险。也正是这次经历，陈婷明白了许多，不再一心想要将凌霄绑在自己身边，也同意了尖尖和凌霄的婚事。就这样，在经历了无数的挫折与困难过后，尖尖与凌霄终于走向了婚姻的殿堂，并且更加喜庆的是，李爸和贺梅阿姨也选择了结婚。于是父亲和女儿2对新人在同一天拍证件照，子秋也终于如愿所偿和尖尖李爸走到了一个户口本上。